穿越斗罗，你被千道流和比比东抢着收为弟子，甚至争不过的千道流还要把千仞雪嫁给你当老婆，只因你不仅觉醒出双生武魂光明圣龙和黑暗圣龙，更是获得了神界曾经最强神器龙神传承。为了尽快向杀死父母的仇人唐昊复仇，你顺理成章成为武魂殿圣子和千仞雪未婚夫。此时你回想起7年前父母外出历练时，无意得知阿银是魂兽之事，便遭到唐昊和唐笑雪对他追杀。于是他们一路逃回蓝电霸王龙宗，想寻求庇护。然而宗门却不想得罪名震大陆的昊天双星，将他们逐出宗门。他们只能逃到帝国北部边境，这才暂时躲过追杀并生下。之所以不姓玉反而姓叶，其一是痛恨宗门的抛弃，其二是为了藏匿身份。他们也不断叮嘱你不要去觉醒，武魂不要暴露于众。而当年唐昊与魂兽相爱之事彻底传开，千寻疾带人追杀唐昊和阿银。阿银献祭后，唐昊将这一切都怪罪于他，并疯狂搜寻。在今日，唐昊成功找到了他们，将他们打到重伤，濒死后离开。你被他们藏到地下室才躲过一劫，否则如今也是唐昊的垂下亡魂。深夜时分，你从地下室出来，将父母的尸体安置到一处冰洞，并跪在他们面前，眼神坚定地磕着响头。爸爸妈妈承诺你们的诺言，说孩儿不能遵守了。杀父弑母之仇不共戴天，此仇我叶寒立誓必报之。无论是亲手杀死你们的唐昊还是唐啸，更或者是昊天宗，再或者是抛弃你们的蓝电霸王龙宗，他们统统都得为之付出代价。我会让他们血债血，长生不如死。爸爸妈妈，你们的在天之灵看着吧，我不仅会给你们复仇，我更会复活你们。不管过程多艰辛困难，我都会做到的。一级神不行，那就神王；神王不行，那就神王之上。紧接着，你将洞口封住，目光死死锁定先前唐昊离去的方向，心中充斥着滔天愤恨。今日是百倍还。话落刹那，天穹上射下一缕神石，悄无声息涌入你脑海中。你并未察觉，而是开始思索接下来自己恐怕是不会有什么系统之类的。但你对原著剧情了如指掌，还怕拿捏不了唐昊那条废狗？他能翻身，不就是靠着他那虚伪且双标的小偷子？只要把唐三的机缘全部提前截胡弄死，他是迟早的事。按照时间线推断，自己年龄比唐三小1岁，唐三如今才加入诺丁学院，拜遇大使为师1年而已。再怎么说也得6年后才会去到落日森林。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截胡他的机缘绰绰有余。自己的武魂必然也是蓝电霸王龙，掌握帮助独孤博和他孙女解毒的方法。换一株仙草应该也不难。服用仙草之后，很大概率能进化成为更高级的武魂，到时候再加入武魂殿，难道还怕废不了唐昊和唐三？念及于此，你迅速回家收拾东西。如今自己已经到了觉醒武魂的年纪，最为稳妥的还是前往武魂城觉醒。你日夜兼程，终于在翊坤月时间来到武魂城。一进城便四处打听，寻到觉醒殿前。成与败，好与坏，就在此一举了。正思索时，殿内走出一名武魂殿男魂师。天天给这些该死的贱民觉醒武魂，真是晦气。早知道当初便加入帝国了，都是好酒好肉供养我们这些魂师呢。这位叔叔，请问是到关门时间了吗？那名魂师循声低头一看，见到是个脏小孩，直接选择无视。叔叔，我现在想觉醒武魂，能耽误一会儿你的时间吗？我保证之后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他不耐烦的一把将你推倒在地。滚远点，别耽误老子的时间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该死的低等贱民！你摔得生疼，双拳顿时紧握，心中愤怒又屈辱，但现在没有能力反抗，只能强忍怒火，准备起身离开。然而这时，一道威严的娇喝声骤然传来，放肆！声音伴随恐怖威压，瞬间压得那名魂师喘不过气来。只见一位绝美女子正俏脸不悦走来，那名男魂师被吓得满脸惊恐。凌渊长老，你顿感诧异，竟然是武魂殿内唯一一位女长老。武魂殿的规定是觉醒殿在日落后才能闭门，如今才不过刚刚日落，你便急着闭门，成何体统？那名魂师被吓得连连道歉，不敢有丝毫反驳。待会儿再收拾你。凌渊冷哼一声，转身看向那可怜模样，令他心生怜悯。小家伙，你是要觉醒武魂吗？姐姐帮你好不好？他主动伸出了一只纤纤玉手，你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请姐姐帮我觉醒武魂吧。凌渊微微一笑，带着你走入觉醒殿。那名魂师见此一幕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久闻凌渊长老不近男色，如今竟对这贱民如此温柔，这低下贱民能觉醒出什么武魂？有笑话看了。小家伙站好，姐姐现在为你觉醒武魂。凌渊带你来到觉醒殿正中央，并启动阵法。你整个人被柔光笼罩，渐渐便感觉身体燥热起来，有什么强大的东西正被牵引着破体而出。不过一时之间竟然难以突破。怎么回事？凌渊黛眉皱成川字形，他从未遇到过如此状况。呵呵，该不会连武魂都没有吧？
给我出来！凌渊骤然开启自身的武魂烈焰凌渊，他92级的魂力运转全身，强行迫使你的武魂出来。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龙吟响彻，一条散发着耀眼金光的圣龙骤现而出，盘旋在你周身，释放着震慑天穹的磅礴气势，霎时将整个觉醒殿映射的璀璨生辉，神圣不可侵犯。这莫非是凌驾于蓝电霸王龙之上最为顶级的兽武魂黄金圣龙？不对，眼前这条龙无论血脉还是气势，都远不是黄金圣龙能比的。难道是传说之中更为强大的半神级武魂光明圣龙？那冥魂师先前的不屑荡然无存，哪怕是身为封号斗罗的凌渊，也是被惊得美眸圆瞪。你亦是震惊，更多却是兴奋。觉醒出此等武魂，何愁大仇不报？忽然，凌渊感受到了什么？不对，还有一个武魂。他继而再度灌注自身恐怖的魂力，全力催动阵法牵引，伴随着一道更加低沉的龙吟，一条散发着深渊黑光的圣龙骤现而出。什么双生武魂与光明圣龙属性比之相反？莫非是反之的黑暗圣龙？这小子竟然觉醒出2个半神级武魂！那冥魂师整个人瞬间瘫坐在地上，凌渊亦是傻眼，从未见过如此震撼的场景。下一刻，你体内爆发出一道光暗交汇的能量光束，瞬间冲破屋顶，抵达云霄之巅，响起震耳欲聋之声。全城瞬间被惊动沸腾，所有长老和供奉纷纷急速动身赶来。你望着盘旋于周身的2条巨龙，内心的震惊激动之情简直无法言喻。凌渊难以掩饰心底激动，将一旁水晶球取来，快让姐姐看看你的先天魂力有多少级。你将小手摁上水晶球，球体逐渐亮起耀眼光芒。凌渊和那名被吓半傻的魂师此时心中疯狂猜测，双生半神级武魂先天魂力绝对是满魂力10级。可当水晶球达到所能承受的极限，却仍未停止之时，两人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格局小。这是要超过先天10级满魂力了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可能有人能超过先天满魂力？就在这时，水晶球光芒逐渐停止高涨，凌渊莫名感到有些失落，还是没能突破吗？那冥魂师脸上的震惊则顿时转变为幸灾乐祸。老子就说嘛，怎么可能有人能……不等他说完，水晶球轰然炸裂，碎片溅射四方。那冥魂师眼珠子猛然凸起，震惊嚎叫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的承受力似是这颗炸裂的水晶球一般，直接被吓得昏死过去。这是超越了先天10级满魂力的象征。凌渊惊呼一声，急忙上前拉住你的小手，亲自查探。先天魂力20级。你亦是一愣，同样不曾料想。小家伙，你能告诉姐姐你的名字还有出身吗？你当然清楚，不能将真实情况说出，否则一定会被蓝电霸王龙宗和唐昊盯上。我叫叶寒，从小无父无母，是被爷爷抚养长大的，但他早就已经离世，我现在是个孤儿了。为了演得像你，甚至扑入凌渊怀中哭了起来。小寒乖，别哭了，你不是还有姐姐吗？你抬起头，泪花闪烁。姐姐，你愿意要我吗？当然愿意了，但前提是你要加入武魂殿，并拜姐姐我为师哦。你自然知晓凌渊何意，无非是想套牢自己。不过你原本的目的就是加入武魂殿，念及于此，你准备开口答应。然而这时精神却是瞬间一滞，只觉眼前景象模糊，意识被神秘力量拉扯，下一刻竟出现在一片浩瀚无垠的黑暗虚空。突然身后响起一道浑厚之声：不必慌张，这里是你的精神之海。谁？你猛然转身望去，顿时惊愕当场。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散发着无尽威势的万丈巨龙，一双金色巨头正紧紧注视着，带来极致压迫感。你可不记得斗一有这等人？你是谁？怎么会出现在我的精神之海？吾乃神界曾经的最强神奇龙神。龙神不是早就一分为二了吗？小子，吾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待吾娓娓道来。紧接着，龙神便与你讲述了大概事情经过。原来眼前这个是当初龙神一分为二时所分裂出来的智慧神石，在1坤月前，他被你的复仇精神打动，便选择了你作为他神位的传承者。吾会给你设立9个考核，你每完成1考，便会获得吾的神赐奖励。只要你全部完成，并为吾向神界众神报仇雪恨，吾的神位不仅传于你，吾的分身银龙王更能给你当小妾。银龙王若真给我当小妾了，你怎么办？不想让2个分身融为一体复活了吗？原本平静的龙神忽然愤恨龙吟。我当初进入你的精神之海时，不知为何竟看到了斗罗世界的未来。当吾见到吾分身银龙王的所作所为后，吾感到莫大的耻辱和愤怒。他枉为吾身，别说让他成为你的小妾，就算让他成为你的宠奴吾，也绝无半句怨言。至于复活，吾的妻子和子嗣全部都死了，吾早已对这个世界没有眷恋。吾如今唯一还未了结之事，便是向神界那些该死的众神
报仇。你顿觉龙神说的合情合理，银龙王古月娜在原著里确实挺难评的，但下一秒你瞬间震惊诧异，龙神看到了斗罗世界的未来，恐怕是看到了自己的记忆吧。想罢，你决定赌上一把。我答应你，但我也有3个要求：第一，你不能窥探我在外界的任何隐私；第二，在必要的时候你需要出手保护我；第三，银龙王给我当小妾，这事需要提前。第一点你放心便好，吾是看不见听不到你外界一切的，只能感受到你是否有危机。第二点，吾如今的神力所剩不多，最多出手护你3次。第三点，吾会将这一点加入后续考核奖励里。那你给我的第一个考核是什么？加入一方势力，并拜一名封号斗罗为师，确保自身的安危，期限2天半。你顿时大喜，这简直就是送分题。你送我出去吧，我去进行考核。小子切记，莫要将吾之传承透露出去，若被神界众神得知，无论是吾还是你，必遭劫难。他一双巨大金瞳骤亮，你周围的一切再次变得模糊，继而便回归了外界。刚一出来，便见到凌渊满脸失落与担忧。小寒，你怎么不回答姐姐？难道不愿意吗？你知道他可能误会了，赶紧准备点头答应，但又不等你说出口，一道威严急声骤然传来。凌渊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只见一位身着金甲的金发高大男子疾步走入，在他的身后则跟着10位威势十足的男子。参见大供奉，见过诸位供奉前辈。千道流点头，随后快速扫了眼现场，最后将目光落在你身上。凌渊随即将先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说出。听完后，一行人统统震惊傻眼。小家伙，我乃武魂殿大供奉千道流，你能释放你的2个武魂出来给我看看吗？你双手轻抬，释放光，暗双圣龙武魂。刹那间，光芒与黑暗交织，恐怖的气息笼罩觉醒殿，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。你叫叶寒对吧？那我以后便叫你小寒了。想必你应该明白武魂殿乃是何等存在吧？只要你愿意加入武魂殿，我便即刻立你为圣子。武魂殿会倾尽全力培养你，让你将来有成为神奇的可能。我愿意加入武魂殿，成为圣子。还不等千道流等人高兴，一道不合时宜的威严女声突兀自外边传入。大供奉，您虽贵为供奉之首，但任命圣子此等大事，按照规矩，似乎是需要征得我这个当代教皇的同意吧？只见一道绝美女子身影从外走入，而在她身后还跟着一黄一黑2道身影，正是比比东和他最忠心的下属鬼长老、鬼魅和局长老月关。参见教皇冕下。比比东淡漠的点了点头，目光落到千道流身上。千道流脸色变得复杂，准备说些什么，可还不等他开口看，比比东最不爽的金鳄斗罗便冷哼一声：“确实是有你说的这么一条规矩，但还有一条建立在此之上的规矩。如若出现天资超越当代教皇者，可直接任命其为圣子。刚刚城中的巨大动静，想必你也看见了。造成那动静之人，正是这个小家伙。”此话一出，月关和鬼魅皆感诧异。比比东瞥了你一眼，嘴角勾起轻蔑笑意。先前动静我确有察觉，似乎是个半神级武魂引起的天地异象，但倘若这样便笃定天资在我之上，那也太小瞧我这个当代教皇了吧？我的武魂虽不是半神级，但也是顶级武魂，并且还是双生武魂，先天满魂力。况且天资并不代表一切，品行也是极为重要的。我的心中早已有了圣女的人选，那便是精英学院的胡列娜。一旁月关和鬼魅听言，纷纷点头赞同，却令得金鳄供奉发笑。比比东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衅，愤怒地举起手中教皇权杖，用力敲击地板。放肆，在本教皇面前岂容你这般无礼！他爆发出恐怖气势，压迫过去。金鳄斗罗丝毫不惧，右脚一踏地面，爆发威压抗衡。凌渊见势不妙，急忙把你拉进自己怀里护住。好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千道流猛地一喝，恐怖的气势将2人强行逼回。金鳄刚刚的态度确实有些过了，但这不怪他，主要还是这个小家伙的天资实在过于逆天，远超于你。小寒过来，这位是武魂殿的教皇，展示下你的武魂给他看。你双手光芒一闪，光明圣龙与黑暗圣龙武魂再次浮现，2股截然不同的气息席卷觉醒殿。比比东被震惊的美眸震颤。什么？月关和鬼魅直接傻眼了，原来小丑竟是他们自己呀！但很快，比比东美眸中涌现出一抹激动与兴奋。看来此子确实有资格成为圣子呢。不过武魂殿历代的圣子圣女都是由教皇亲自教导，而我作为当代教皇，应当有这个责任。诸位可有异议？千道流脸色微变，自然知道比比东的野心。你身为教皇，平日里繁忙，又已经有了一名弟子，这重任还是交由我。我和他同为双生武魂，难道
道还有谁比我更合适教导他？这话一落，无论是千道流还是现场其余人，全部哑口无言。比比东眼见得逞，立刻戏谑地看向小家伙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本教皇的关门弟子了，还不过来拜见为师？你一听，顿时慌了，实在不想成为这个疯婆子的弟子啊，但奈何现在的情况也由不得自己。你心中苦涩，只能上前恭敬行礼。弟子叶寒拜见老师。比比东脸上泛起得意笑容，朝千道流头去挑衅目光。好徒儿，跟为师走吧。比比东随即朝你伸出玉手，你看了眼帮助过自己的凌渊，无奈准备牵住。而也正是这一举动，令千道流心中有了应对之策。慢着，大供奉可还有事？你确实最适合教导叶寒，但先前我也说过了，你身为教皇事务实在太繁忙，多少都会有所疏忽吧。小寒的天资是整个大陆上绝无仅有的，你总不能像教导那什么胡列娜一样，平日里都让他在学院学习吧。依我看，可以在众多长老或者供奉中挑选一人作为他的贴身副老师，也正好作为他的贴身侍卫，时刻确保他的人身安全。比比东面色顿时阴沉下来，一番权衡之下，他决定放手一搏。大供奉说的的确有道理，不过这位贴身副老师需要这小家伙自己挑选。诸位向这个小家伙介绍一下自己吧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朝凌渊投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凌渊立马领悟，率先上前。我是武魂殿五长老，名为凌渊，是一名92级封号斗罗。小寒，你如果选择我的话，姐姐我会好好教导并疼爱你的。你顿时明白这是千道流的安排，立刻跑过去拉住他。那我就要凌渊姐姐做我的贴身老师。弟子叶寒拜见凌渊老师。比比东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千道流得意大笑，随即话锋一转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决定需要宣布一下，那便是让小寒入赘到我们武魂殿，成为千仞雪的未婚夫。此言一出，整个大殿瞬间寂静无声，就连你也是呆住了。大供奉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自然知道，为了表示我们武魂殿的诚意，我愿意拿出一块9万年光明属性的头部魂骨，赠予这个小家伙作为他的坠礼。小寒，你可愿意入赘到我们武魂殿，成为我孙女的未婚夫？不过他比你大个10岁，你应该不会介意的吧？你顿时两眼放光，既能得到魂骨，又能成为千仞雪的上门老公，傻子才会拒绝。况且有了千道流这层关系之后，向仇人复仇更是事半功倍。大供奉，大10岁算什么？您放心吧，您孙女后半辈子就交给我了。千道流心中大定，得意地瞥了比比东一眼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日后若有机会，我会带你去见见我孙女的。比比东怒视着千道流，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既然大供奉如此决定，那我便不再多言。凌渊长老，劳烦你好生照顾他。明日我会腾出时间亲自带他去猎取魂环，回来之后我会亲自举办圣子册封大典。此时，比比东走出觉醒殿，向着跟在后面的菊鬼斗罗严肃下令：菊长老，我记得你有和我说过，你猎取到了一块神秘的可净化魂骨，稍后送到教皇殿给我。鬼长老，给你3日期限，去将那小子底细调查清楚。两人恭敬的点头，领命离开。比比东回头看了眼觉醒殿，千道流，来日方长，我们慢慢玩。只要我看上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，若真让我得不到，那么我就将其毁掉。送走了瘟神，千道流摸了摸你的脑袋。凌渊，你安排地方带小寒去休息吧，我要和众供奉们好好商讨一下小雪与小寒的婚事。凌渊领命，拉着你准备离开，但这时千道流注意到了角落那名魂师。对了，小寒，那名魂师你想怎么处理？你淡淡的瞥了一眼，不过些许风霜罢了。此话一出，全场愕然。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心性，简直逆天。你知道千道流这是试探自己，所以故意这样回答。千道流脸上浮现出欣赏神情，旋即他朝凌渊摆了摆手，又看了眼另外几名长老。凌渊很是懂事的带你离开，另外几名长老互相对视一眼，也懂事的带着那昏迷的魂师离开。当现场只剩下供奉时，他们同时炸开了锅。大哥，你真的要让那小家伙入赘武魂殿，成为小雪丈夫吗？那小家伙天资确实不输小雪，但品行方面还是未知数。况且这事还没问过小雪本人的意见呢，你怎么可以擅自替她做决定？小雪是我亲孙女，我自然比你们更疼爱她。刚刚你们也见着了吧，她小小年纪如此心性，品行能差吗？再说了，如今只是订婚，距离成婚还远着呢，期间可以好好考察她。小雪那边我也会派人去讲清楚的，若她实在不喜欢，到时候再说吧。目前最为主要的便是稳住这个小家伙，莫非你们想他彻底被比比东掌控不成？在场7位供奉顿时无话可说，只好纷纷在心中下定决心，之后要好好的在暗中考察你。另一边，凌渊决定带着你去他的院落一起住。如今他作为你的老师兼贴身侍卫，自然要陪伴左右。对了，小寒，你以后需要叫我老师哦，不准再叫姐姐了。你瞪着个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故作委屈。可是我还是喜欢叫姐姐，怎么办？凌渊一怔，随即扑哧笑出声来。真拿你没办法。
话，那以后就叫姐姐吧，但在其他人面前还是要叫老师哦。你乖乖点了点头。凌渊姐姐最好了。你一想到千仞雪能成为自己的妻子，便感觉这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。既然自己入赘到了武魂殿，做了千家孙女婿，那么自然是要守护好武魂殿，守护好千仞雪一家。在原著中，唐三不仅推翻了武魂殿，更是打碎了千仞雪的神位。你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。现在只要依靠着武魂殿的庇护，稳健发育，相信不出10年便能够修炼到封号斗罗，届时便能保护好他，并且为父母报仇，杀死野狗唐昊。这个过程中还要让他也体验一下失去至亲是种什么感觉。他的儿子唐三，妹妹唐月华，妻子阿银，宗门昊天宗一个也别想好。还有抛弃父母的蓝电霸王龙宗也休想幸免。正当你愤恨思量间，周围场景变得虚幻，下一秒便来到了精神之海。小子，你做得很好，想不到才短短一会，你便成功完成了吾的第1个考核。那么我的奖励呢？龙神双眸一亮，周身出现无数金灿符文，紧接着全部涌向你的身躯。此乃吾独有的龙神圣体，不过这是最初始阶段，乃是残体。想要开辟圣体，踏上修行路，需要以特殊灵药激活，这对修炼资源的需求极高。你一听这话，顿时傻眼。好家伙，玩呢？这和遮天叶凡的荒古圣体有啥区别？小子不必担心，据吾先前看到的斗罗世界未来，这个世界有仙草和晶胶这种奇物，服下之后或许能开辟圣体。行吧，那第2考是什么？奖励会不会也这么坑啊？第2考是给任意一个武魂附加上3个魂环，魂环的总和年限不得低于15000年，期限2天半。至于考核奖励，吾暂时不能透露。如此苛刻条件令你微微怔愣，这就代表着第1个魂环就要2000年。这时龙神亮起双眸，将你送回现实。利用好吾之体质，这2考便事半功倍。刚回归现实，凌渊关切的声音便传来：小孩，你怎么了？是困了吗？我没事。凌渊姐姐，你知不知道晶胶呀？凌渊先是一怔，旋即俏脸羞红娇嗔。小孩子不许打听这东西。凌渊姐姐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想用晶胶提升自身体质。你知道哪里有高年限的晶胶吗？能不能帮我弄一些啊？凌渊美眸微震，这小家伙居然知道晶胶有提升体质的奇效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或许你是从某些地方听来，便没有深究。这你可就问对人了。当年姐姐我攻打海神岛时，在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了几块晶胶，一直存放至今。待会儿回去便送给你，就当做是你拜姐姐我为师的礼物了。正在此时，前方突然响起一阵喧哗，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瞬间变得极度混乱起来。杀人了，快跑啊！只见一男子手持利刃，边追逐平民边愤怒咆哮：你们这些该死的低等贱民，老子要杀光你们！你和凌渊看清那人面庞后，顿时愣住，正是先前觉醒殿那名魂师。看样子他应该是被废掉魂力逐出武魂殿，现在他似乎是受不了刺激，失心疯，想报复社会。小韩，你待在这里别动，姐姐我去收拾那疯子。他身形一动，便向那边掠去。下一瞬，突然有3道身影从侧面如闪电般窜出，他们正朝着前方动乱街道赶去。你一眼认出3人身份，那是比比东的弟子胡列娜，还有他的哥哥邪月以及舔狗燕。看他们这个行动轨迹，似乎也想去阻止那疯子魂师，或许是冥冥中天意使然。正奔跑着的胡列娜忽然注意到了这边，心中顿时涌起柔软。那小弟弟怎么会一个人在那里？遇到危险可怎么办？胡列娜心中暗自思量，同时调转方向跑来，邪月和燕也跟了上。胡列娜快速跑到你身前，脸上挂起了温柔的笑容。小弟弟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？你的爸爸妈妈呢？你顿时愣住了，没想到他会突然跑来。胡列娜见你不回答，认为你是被吓坏了，当即便弯下腰将你轻轻抱起。小弟弟别怕，姐姐会带你去找爸爸妈妈的。邪月没啥反应，燕顿时醋意大发。娜娜，不要管这该死的臭小屁孩，目前首要的是去控制那边的动乱。胡列娜顿时白了他一眼。你没看见这小弟弟一个人在这里有多危险，有多可怜吗？小弟弟，姐姐现在先带你去安全的地方待着，好不好？你点头，同时看着燕那模样，顿感气愤，莫名其妙骂自己是臭小屁孩，他已有取死之头。胡列娜抱着你来到一处偏僻无人的小巷。小弟弟，你先待在这里，姐姐去将外边的坏人抓住，然后再回来带你去找爸爸妈妈。你乖乖点头，然后目送他离去，同时心中暗自做出决定：胡列娜这种白眼狼恋爱脑倒是可以利用一番。
比比东是非常在意胡列娜，将她视为亲生女儿对待。若是将胡列娜套牢，让她爱上自己会怎么样？到时候比比东必然会顾虑胡列娜感受，而不会动自己。如此就相当于有了一个保命符。而在另一边，凌渊成功制服了那疯狂的魂师，并将其交给赶来的武魂殿守卫处理。当他返回原地时，却发现你已经不在那里，心中顿时乱作一团。小韩，你在哪里？他沿着你残存在空气中的气息寻找，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小巷。你本以为他会斥责自己乱跑，却没成想他充满自责地把你抱在怀里。小韩，你是被吓到了才跑到这里的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都是姐姐的错，不该留你一个人在那儿的。别怕，以后姐姐不会那样了，你别怪姐姐好不好？没事的，凌渊姐姐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凌渊心有余悸地松了口气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到了家后，姐姐会好好弥补你的。你想到现在离开胡列娜，待会儿找不到自己怎么办？奈何不等你将事儿说出，便被凌渊快速带到一处庭院。你顿时将胡列娜的事情抛之脑后，开始期待日后的同居生活。随后凌渊一番寻找，取出一个精致的木盒，里面装着的竟然是3块年限超过10000年的晶胶。这下子自己的圣体修炼以及体魄加强终于有了着落。你直接抓起3块晶胶塞进嘴里吞下。小韩，你疯了！凌渊没想到你竟然会如此大胆。10000年晶胶的效果极强，即便是高阶魂师也需要小心服用。小韩，快吐出来！凌渊担心你承受不住，急忙催动魂力想将你吞下去的晶胶逼出，然而已经晚了，晶胶效果瞬间发挥，你顿时浑身燥热难耐，紧接着直接钻进了凌渊怀中作乱。凌渊赶紧运转魂力为你炼化体内晶胶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晶胶很快被彻底炼化，而你则在凌渊怀中渐渐睡了过去。翌日清晨，你刚一醒来，便顿觉身体强劲数倍不止，同时脑海中响起龙神的声音：小子，昨日你服用了什么？你的圣体成功开辟了，不过目前圣体处于起步期，对你的肉身提升并不大。你向龙神说明了昨日服用3块晶胶的事。那我现在吸收魂环的上限是多少？只提升了几百年，第1魂环最高可吸收1000年。你顿觉自己受到了侮辱。你看右极，圣体起步期对肉身提升虽不大，但可以无视不少天地规则。其一，魂力提升不会再受到魂环限制，不获取魂环也可以继续提升，并且可以使用。其二，吸收魂环和魂骨可以瞬间完成，但吸收魂环还是要承受灵魂冲击。之后你继续服用大补之物修炼圣体，只要度过起步期，肉身强度将一飞冲天。听了龙神的讲述，你这才勉强接受，但关键是2考时间紧迫，自己目前需要的是强悍的肉身呢。比比东今天就要带你去猎取魂环，现在去弄大补之物修炼圣体也来不及。突然你想起昨日签到流送的9万年头部魂骨，你直接将其拿出开始吸收，金芒绽放，强大的气息瞬间爆发开来。发生什么了？正在准备早餐的凌渊闻声赶来，当见到你在吸收魂骨，他顿时心乱如麻。吸收魂骨虽没有魂力限制，但万一操作不当怎么办？这事儿若是给大供奉和教皇知道，定会治他个教导失职的罪名。而且吸收魂骨少则几日，多则10几日，待会儿教皇就要过来，他又该如何解释？就在凌渊慌乱到不知所措时，你吸收完成，魂力飙升6级，身体强度如先前料想的一般，直接提升了1倍。第1魂环吸收上限从1000年提升到2000年，最为主要的还是获得了一个精神类技能龙临天下，技能效果为召唤一条光明亚龙，发出龙啸和爆发龙威，对敌人精神造成巨大冲击，对魂兽或者拥有兽武魂的魂师威力加倍，尤其是黑暗属性。凌渊目睹着这一幕，彻底呆滞。小韩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挠了挠头，故作不知。可能是我的武魂特殊，然后服用了晶胶才这样的吧。凌渊蹙眉，也想不通是怎么回事。你没事就好，教皇冕下马上就过来了，待会儿让他给你看看。先起来吃早餐吧。他一把将你抱起，放到腿上，亲自喂食。看他这样，似乎对昨日的事儿没有介怀。好奇之下，你故作出一副做错事的模样。凌渊姐姐，我昨天晚上是不是闯下了大祸？凌渊扑哧一笑，妩媚挑逗。是啊，你把姐姐的清白毁了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对姐姐负责，让姐姐做我的女人。凌渊各方面都是不可挑剔的，值得追求。况且他是你的贴身老师，监视自己一举一动，将他拿下的话，就等同于除掉了武魂殿的眼睛。凌渊听到这席话，直接呆住。原本计划着从小培养，慢慢调教，却没想到你这么小就懂。那么就这样说定了。不过你得长大才能对姐姐负责呢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道威严女声突兀自外边传入：凌渊长老，你就是这么教导弟子的？下一秒，庭院大门轰然被震开，继而身着高贵的比比东缓
缓缓走，他身后还跟着一名女子，定睛一瞧，那人竟是胡列娜。凌渊赶紧放下，慌乱躬身行礼，见过教皇冕下。你虽不情愿，但也只得同样对他行礼。弟子拜见老师。而胡列娜则盯着你看，毕竟你昨天脏兮兮的，他认不出也正常，但他眼底深处却不知为何透着一股厌恶。比比东正愁怎么除掉千道流安插来的人呢，没想到机会就送上门了。凌渊长老，久闻你从不近男色，可刚刚却说清白被毁，看来事情不简单呢。凌渊娇躯猛然一震，属下知罪，还请教皇冕下责罚，莫要怪罪圣子。你双拳握紧，这该死的癫婆刚刚就在外边偷听，那胡列娜岂不是也都听到了？难怪现在眼神充满厌恶。比比东眼底闪过一丝得逞，圣子年幼无知，自然不会受到责罚，而我又怎么敢责罚你呢？去找大供奉吧，和他说说你的所作所为，看看你还适不适合做圣子的贴身老师。你赶紧将凌渊护在身后。老师，这一切都是弟子的错。那你倒和为师说说，你手无缚鸡之力，如何毁了一名封号斗罗强者的清白？胡列娜闻言对你的厌恶更浓了几分。老师教导过他，小小年纪就撒谎的人，长大后必是白眼狼，不值得信任。你清楚，若不给出一个让他闭嘴的答复，今日凌渊必定离自己而去，而且也会让胡列娜对自己产生难以复合的嫌隙。思索一番，你骤然开启武魂，2道龙吟响彻庭院，26级魂力气息席卷而开。胡列娜眼中厌恶当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崇拜。好厉害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是弟子昨晚偷吃了凌渊老师的3块万年晶胶，然后发疯扑到他身上。凌渊老师为了帮助弟子炼化体内晶胶，才被迫失手。这一切都是弟子的错，证据就在弟子的武魂上。服用晶胶后，弟子可瞬间吸收魂骨，并且无视魂环约束提升魂力。先前老师在外所听到的话，那是弟子身为一个男人对女人的责任和担当，恳请老师免除责罚。这一席话直接令得胡列娜美目呆滞，旋即痴迷。小小年纪不仅天资逆天，还如此有责任和担当，这样的男人上哪里找？直接爱住了好了。比比东脸上的表情则变幻几次。凌渊长老是这样吗？凌渊轻咬红唇，心虚点头承认，心中暗叹这小家伙真是机智聪慧。原本得意洋洋的比比东瞬间气愤不已。若真是如此，那凌渊岂不是还立了一件拯救圣子的大功？此事若传出去，不仅对他没影响，反而还会得到个为武魂殿甘愿奉献清白的美人。原来如此，是我没有调查明白，误会凌渊长老了。那么还希望你对此事保密，毕竟传出去恐怕会引来非议。好徒儿，凌渊身为长老为武魂殿付出是理所应当的，你无需感到自责，也无需对他负责，将刚刚的话收回便可。凌渊连声称是，你却故意找茬。为何弟子服用晶胶后会导致这样呀？老师您身为教皇，又和弟子同为双生武魂，应该知道其中缘由吧？比比东面色一僵，不知如何回答。老师难道您不懂吗？那弟子以后修炼的话，是不是只能自己摸索了呀？比比东俏脸陡然一阵青一阵白。这个问题为师日后给你答复。双生武魂的修炼是需要一个武魂附加满魂环才可修炼另一个，你便从黑暗圣龙武魂开始修炼。落日森林有几头黑暗属性的亚龙正好适合你，收拾下随为师前去猎取魂环。你心中充满鄙夷，他该不会又是听信了玉大使那一套狗屁理论吧？斗二的潇潇同时修炼双生武魂也没见有事儿，但现在还不能和他撕破脸皮，只能无奈颔首。多谢老师指点。紧接着还不等比比东开口，胡列娜就像个痴女跑到你身前，羞红着脸自我介绍：叶寒师弟你好呀，我是你的师姐胡列娜，你可以直接叫我娜娜。我昨晚正好突破到了30级，需要一枚第3魂环，所以我们会一起前往落日森林哦。在路上我会照顾好你的。这席话顿时令得比比东和凌渊傻眼，你却深知这痴女什么德行，直接大胆地拉起她的玉手。娜娜师姐好，那之后就拜托你照拂师弟了。师弟放心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受到半点伤害的。胡列娜心中狂喜，亲昵地牵着你往外走，这让比比东气炸了肺。凌渊则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就这样，4人来到落日森林，刚停稳身形，胡列娜便跑过来抱住小寒师弟，待会儿进去可要乖乖跟好师姐我哦。在途中，他认出了你就是昨日的那脏小孩，对你更加宠爱。你顺势靠入他怀中，做出一副乖巧模样。我会乖乖跟着娜娜师姐的。凌渊看着此幕，略微不是滋味，但很快调整好。一旁的比比东直接气炸了，却只能故作平静答
断。时候不早了，赶紧行动吧！进去后优先为娜娜猎取第3魂环。很快，你们在外围搜寻到一只妖狐魂兽，比比东很是轻易将之重伤。胡列娜补刀后，原地开始吸收。小韩，刚刚那一幕怕不怕？你钻进凌渊怀中撒娇，有凌渊姐姐保护我，才不怕呢。凌渊娇颜一笑，宠爱地揉着你的脑袋。你们的亲昵互动当然引起了比比东的不满。根据情报，这落日森林外围有不少400年左右的黑暗属性亚龙。凌渊长老，你留下来看护娜娜，我亲自带小韩去猎取第1魂环。你顿时想起了2考内容。老师，我的第1魂环要吸收2000年的。胡闹！第1魂环的吸收上限是423年，超出必定会因为承受不住而爆体而亡。吸收魂环年限并不是绝对固定的，而是可以随魂师身体强度而有所突破。我吃了3块万年晶胶，又吸收了1块9万年魂骨，现在我的身体强度是可以吸收2000年魂环的。凌渊耐心听完，莫名感觉很有道理，而比比东刚刚就不悦的脸色此时更加阴沉。若提升身体强度就能提高吸收年限，那小刚的理论岂不是错误的？而他又是推行这条规则之人，那他和小刚岂不是成了误导世人的罪人了？不管体魄多强，第1魂环的吸收上限只能是423年，多1年都不行。他顿时没了带你去猎取魂环的心思。凌渊长老交给你了，去将事情办妥。凌渊求之不得，赶紧点头接令，拉起便离开，生怕比比东会反悔。小韩，你还是决定要猎取2000年魂兽的魂环吗？你拉着他的玉手摇晃撒娇。凌渊姐姐会支持我的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支持你。现在就带你去找合适的魂兽。刚走出不远，前方的一些痕迹便吸引了凌渊的注意。这是暗雷亚龙的活动痕迹，从脚印来看，正是处于2000年左右。双属性的亚龙可是极为罕见的，这魂兽很适合你哦。那我们快追吧。不多时，两人便看到了暗雷亚龙的身影。他通体黝黑，背生庞大双翼，全身遍布暗雷电流，非常威猛霸气。不过他此时似乎是受到了重创，瘫倒在一棵大树底部，奄奄一息。凌渊轻笑一声，旋即取出一把匕首。看样子他刚刚与其他魂师或者魂兽战斗重伤了，我们白白捡了个大便宜，赶紧去杀了他，吸收魂环吧。你接过匕首走去，准备将之毙灭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威严厉喝声传来：“住手！”此时，落日森林内，一名身着绿袍的男子缓步走来，身上散发着令寻常人战栗的恐怖魂力波动。他身后还跟着一男一女，你自然一眼认出他们3人，分别是独斗罗独孤博、他孙女独孤雁、蓝电霸王龙宗少宗主玉天恒。当望到玉天恒时，你猛然紧握双拳，指尖因用力而泛白，眼中闪烁着冰冷怒意。父母当年正是因为被蓝电霸王龙宗逐出宗门，所以才会逃到极北，最终被唐昊追杀导致身死。若是当年蓝电霸王龙宗庇护父母，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玉天恒身为少宗主，自然也要为此付出代价。凌渊迅速将你护至身后，警惕地盯着独孤博，他能感觉到对方的实力不在他之下。阁下何人？何意之有？老夫独孤博，或许你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但老夫的名号独斗罗，相信你必然有所耳闻。那头魂兽是老夫先猎杀并将其重伤的，识相点就赶紧滚！独孤博双手环于胸前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身后的玉天恒和独孤雁亦是如此，神情傲然，充满不屑。原来是独斗罗前辈，按照辈分，晚辈理应退让。只是这魂兽的魂环很适合我家这小家伙呢，不知前辈可否通融一二？你也顺势上前，露出坚毅不退让的神色。你是要笑死老娘吗？这个小屁孩吸收2000年魂环，我看你是自己要吸收吧，在这里装什么呢？爷爷，别被这乡下土狗唬到了，他就是在装腔作势戏耍你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混账东西，胆敢戏耍老夫！震怒之下，独孤博右脚猛然一踏地面，骤然开启武魂，黄黄紫紫黑黑黑黑黑，9枚璀璨魂环骤然乍现，恐怖狂暴的魂力气息席卷而开，赫然是91级封号斗罗所爆发出的威势。独孤雁和玉天恒脸上笑容更浓，心中已给你和凌渊下了死亡判决书。但原本紧张的凌渊见状，顿时松了口气，嘴角扬起一抹不屑弧度，同样开启武魂。烈焰凌渊伴随着一道鸟啼声出现，紧接着黄黄紫紫黑黑黑黑黑9环齐现，与独孤博的魂环配置一模一样，可魂力等级却是要比其高出1级。玉天恒和独孤雁笑容瞬间凝固，独孤博的脸色也不由变得难看起来。独斗罗前辈要动手试试吗？燕燕，天恒，我们走。爷爷，我们不走，不就是一个92级封号斗罗吗？
我和天恒联手助你杀了他，也未尝不行。无论如何，那头2000年魂兽只能是天恒的。玉天恒也在一旁点头，并不畏惧。他爷爷玉天震也是封号斗罗，比对方强多了。既然不服，就来打一场。若是我赢了，这头2000年魂兽便归我；若我输了，则反之。小寒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赶紧收回此话。你给凌渊使去一个放心的眼神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千万别反悔。天恒，何必你出手？我来替你教训便是。不要争了，你们一起上。牙尖嘴利的小子，当真是狂斗没边了。待会儿被我们揍趴在地上，可别哭着让你家姐姐给你出头。二人旋即上前一步，一蛇一龙武魂骤然浮现，皆是2枚黄色百年魂环伴随而出。你不慌不忙，神情自若，未将之放在眼中。凌渊想要阻止，但见你一脸笃定，便不再开口。独孤博也想阻拦，但见凌渊无动于衷，便也想借此看看这小子有何本。怎么被我们吓怕了？还不开武魂？哦，不对，你应该刚刚觉醒武魂吧？连魂环都没有，开武魂又有什么用呢？对付你们2只蝼蚁，何须开武魂？开始吧！猖狂！独孤雁和玉天恒再度震怒，二人身形如同闪电掠至身前，同时一掌轰来。凌渊心头一紧，独孤博则面露不屑，先前那般狂妄，还以为有多厉害，原来只不过是虚张声势、跳梁小丑罢了。紧接着二人都打算出手，以免你被轰杀。但就在他们身形微动的瞬间，你动了。头部魂骨技能龙临天下，你的双眸亮起金光，旋即背后骤现出一头庞大的光明亚龙，其身散发出恐怖龙威，朝4面8方席卷而开。独孤雁和玉天恒只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压力扑面而来，他们的身体竟不由自主的颤抖，武魂的光芒也迅速暗淡下来。独孤博脸色大变，这是9万年光明亚龙魂骨的气息，如此年纪便拥有这等恐怖至宝。这时，你背后的巨大光明亚龙倏然张开巨大龙口，爆发出恐怖龙啸。独孤雁和玉天恒及时反应，立刻双手交叉护至身前，奈何这是精神攻击，直接无视防御，顷刻间命中二人。他们的精神受到重击，脑袋朝后一仰，瞬间丧失意识，继而倒飞而出，重重的摔在地，直接昏迷过去。独孤博顿时瞳孔收缩成针，傻眼当场。我家小寒可真是厉害呢，一击便秒杀了2名2环大魂师。侥幸而已，我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弱呀，连我一招都接不下。独斗罗前辈，这下你心服口服了吗？老夫心服口服，不知这位长老能否告知老夫，这个小家伙究竟是谁？传闻昨日武魂殿上空出现了光暗双龙的巨大动静，是不是这小家伙所造成的？凌渊笑了笑，并没有回答。独孤博见此，便转移了话题，还希望这位长老和这位小友别将今日之事放在心上，都是我家小辈不懂事。他朝你投去一个讨好的眼神，旋即准备离去。慢着，这位小友可还有事？独斗罗前辈，我想和你私下谈谈。请问小友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，只是想跟你商谈一番冰火2仪眼的事情而已。独孤博心头瞬震，骤然动了杀心。你却是不慌不忙。独斗罗前辈，你身上这毒若再不解决的话，恐怕命不久矣。而我知道此毒如何解。你为何知道此事？你当真能做到？你的条件是什么？我如何知道的这事你别管，我既然知道，便能做到。我要冰火2仪眼的所有仙草作为交换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拒绝，但我想你应该也不想让你的孙女在将来也因为这毒和你一样痛苦，并且因此而死去吧。你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与你交个朋友。我若只是打你仙草的主意，派人对你孙女下手不就行了？独孤博听得如此，狮子大开口，本能想要拒绝，可当听到自家孙女时，他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接下来你想怎么做？是现在随我去取仙草，还是我摘取送来给你？你瞄了眼身后的凌渊，陷入沉思。现在还没有彻底套牢凌渊，若是他将事情上报武魂殿就糟了。而且比比东目前还在落日森林，若是他察觉情况更糟，最为重要的一点，那便是解毒之法需要魂骨，这点不能直接告诉独孤博。不急，我需要准备准备，之后你就好好待在落日森林，做好随时迎接我到来的准备。我这里有2个办法，我现在便能告诉你其中一个，只要服用8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，便可将血转变为宝血，通过其中的极寒和极热2种剧毒来吞噬你体内的毒素。只不过这样做风险太大，其一是一般人服用2种互克的药草必死，其二是这个方法会因此降低你的修为。至于另一个方法则无害，事成之后我还会让武魂殿解除对你的击杀令。独孤博震撼万分，心中再无杀意。
老夫是彻底服了。老夫会等着你用第二个方法解毒的。这位小友，可方便透露一下你的身份，还有昨日武魂城动静之事？你直说了自己双生半神级武魂，以及未来圣子之事。独孤博听后只觉一阵后怕，幸好先前没伤害这个小子。他咽了口唾沫后，瞥了眼昏迷的孙女。那圣子大人，您看我孙女如何？你顿时一愣，这个家伙想用他孙女与自己拉近关系。你仔细打量起还处于昏迷的独孤雁，虽然样貌和身材都不错，但那种恶心的性格谁要？不过就算自己不要，也不能让玉天恒得，否则岂不是成全了仇家？还是先和胡列娜一样利用起来，先钓着。我考虑一下，你先走吧，等我下次来找你解毒。独孤博自然乖乖听话，带着孙女和玉天恒离去。凌渊立刻跑来，他虽然没有听到说什么，但可是见到了独孤博的表情，从最初的忌惮谦逊，又到震惊震撼，再到满含杀意，最后的最后，竟直接转变为了毕恭毕敬，甚至是讨好。小寒，你与那毒斗罗说了什么？告诉姐姐嘛，并且我答应你3个条件。此话当真？放心吧，姐姐我绝对不说出去。你实在太馋这3个条件了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胡编乱造了一套说辞。凌渊姐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莫名感应到对方身体不对劲，似乎中毒了。然后我将此事告诉他，他突然说我的血能解他的毒。我开始是拒绝的，并且拿武魂殿威胁他别打我的主意。但之后他开出了让我无法拒绝的条件，并且还愿意将孙女许配给我，我便答应了。然后他的态度就突然变了，对我毕恭毕敬。我刚刚不告诉你，也是担心你会生我的气，觉得我不和你商量，就私下做决定。可能是因为你服用了金胶，血液暂时蕴含磅礴药力，所以才莫名会这样吧。那么之后便也无需用你的血为他解毒了，用金胶就行。既然你这次老实交代，那我就饶了你了，不生你气。下次可不许这样了。但突然凌渊想起什么，顿时醋意满满。所以你是看在他将他的孙女许配给你才答应的？不是的，我之所以答应，是因为其他原因。而且他孙女之事，我只是说考虑一下。考虑也不行，你若是敢答应，我就生气了。好，我暂时不考虑这个了。那你是因为什么才决定答应他的？是他答应用特殊仙草与我作为交换。凌渊瞳孔一颤，莫非是那些传闻中的奇珍异宝？若真是如此的话，价值可远大于魂骨100倍。如此大事儿，必须得上报武魂殿大公主。你这才反应过来，说漏嘴了。凌渊姐姐，你答应我的3个任意条件，现在可以谈谈了吧？当然啦，你提吧，无论是什么，姐姐我都答应你啊。第一，不准随意将我的事上报武魂殿，一切都需要和我沟通，并且我同意才行。凌渊犹豫一会儿，但很快点头答应。他也算你半个女人了，日后自然要向着你。第二，你以后得与我同吃同浴同睡。这都3个要求了呀。但他并没有拒绝，反而隐隐期待起来。你狂喜着更加过分。最后的一个条件，以后在私底下你不准再叫我小寒，要叫点刺激的。那你想我私底下叫你什么呀？圣子大人吗？要叫老公，后面还要加上大人2字。那么老公大人，你想怎么吩咐人家呀？他眨着媚眼，模样妩媚勾人。你只觉一股热流涌遍全身，但岂能被他拿？当即从他身上跳下。既然凌渊姐姐答应我3个条件了，那就该办正事了。你跑去杀掉那头濒死的2000年暗雷亚龙，原地吸收魂环。真是个有色心没色胆的小家伙。凌渊笑嘻嘻地走过去，守护你吸收魂环，同时开始幻想起日后同吃同浴同睡的场景。没过多久，你就完成了魂环吸收，获得魂技龙翼斩虚、空暗雷破天穹，魂力更是从26级直接飙升到28级。如今的实力恐怕足以秒杀40级的4环魂宗。不仅于此，自身体魄直接提升了1倍，那么下一枚魂环便可直接吸收4000年。老公大人可真棒呢！凌渊竟是俯身在你的脸蛋上奖励了一吻。那么接下来你想要什么样的第2魂环？我第2魂环要吸收4000年魂兽的。原本笑嘻嘻的凌渊顿时一惊，不过见到你一脸笃定，他无条件信任。人家现在就带老公大人去搜寻呢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周围环境瞬间变得黑暗，下一刻2道强大身影闪掠而出，将2人前后包围。前面的是一头5000年的雷亚龙，雷光环绕其躯，双翼挥动电芒肆虐；后面的则是一头4300年的夜影魔龙，周身黑暗气息涌动。显然周围环境突然变得黑暗，正是出于他之手。你不由一愣，不同族群的魂兽怎可能会结伴而行？身为封号斗罗的凌渊却是一眼看穿原因，他们应该是那头暗雷亚龙的亲生父母，感应到孩子死亡，所以赶来了。你不是要一枚4000年魂环吗？这头夜影魔龙年限没有超出太多，正好适合
既然他们主动送上门来，那便永远留下吧，也正好拿他们两个试验一下，刚刚获得的新魂技究竟能爆发出何种威力。凌渊姐姐，他们就交给我来解决吧。那老公大人加油啊！凌渊姐姐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守活寡的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好好战斗，不过还是要谨慎小心些。那头夜影魔龙可不简单，据我所知，他的身法极为诡异，拥有特殊技能，可隐匿于这片由他改变的环境内。随即，凌渊身形一闪，跳到上方大树观战。下一瞬，雷亚龙和夜影魔龙猛地爆吼，他们刚刚是忌惮凌渊散发出的恐怖气息，才迟迟不敢妄动，如今再无顾忌，纷纷咆哮着蠢蠢欲动。死前的伴奏罢了。你不屑冷笑一声，骤然开启黑暗圣龙武魂，杀死他们儿子所获得的2000年紫色魂环伴随出现，两头魂兽顿时发出愤怒咆哮，疯了似的朝你攻去。前方的雷亚龙震动一双雷翼，带起恐怖电流，后面的夜影魔龙则是呈 Z 字形袭来，身形极为诡异迅速。呵呵，花里胡哨。你不慌不忙，立于原地，等待着合适的时机。眨眼功夫，两头魂兽便已经靠近，锋利的爪牙划破虚空抓来。凌渊见你还不动，立刻急声提醒：老公大人小心！第一魂技龙翼斩虚空，暗雷破天穹。2000年魂环亮起，黑暗圣龙双翼顷刻间缠绕上无数雷电，继而朝着两头魂兽攻来的方向猛然展开。下一刻，双翼同时爆发出龙翼黑刃斩击，带着无尽恐怖雷霆轰向攻来的两头魂兽。此击太快，他们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，瞬间便被击中，伴随着凄厉的惨吼声响彻全场。他们庞大的龙躯被从中斩裂而开，一分为二，龙血喷洒而出，染红旗下土地。凌渊目睹这一幕，松了口气。嘿嘿，都说了不会让你守活寡的。旋即，你走到夜影魔龙尸体前，开始吸收其魂环，很快将其化作黑暗圣龙的第二魂环，获得魂技龙影、隐暗夜魔宗、迷敌眼，可将周围转变成为一片黑暗世界，自身可在其内化为黑暗虚无龙影，身形隐匿，如同无形鬼魅。同阶之内无人能捕捉其踪迹，除非对方精神力高出施展者。这时，凌渊从树上跃下，轻柔地将你抱起。老公大人，吸收4000年魂环感觉如何？有没有哪里不适应或者不对劲？凌渊姐姐，我没事，我的魂力提升到30级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可以继续猎取第3个魂环了。我第3魂环要猎取8700年到9000年之间的。凌渊这次没有再多言，无条件信任你可以办到。两人苦苦寻找了一番，终于找到了一头8900年的暗幽寒龙。该魂兽不仅拥有暗影属性，更是拥有幽寒极致之冰属性，实力不错，可以媲美15000年魂兽。凌渊身为封号斗罗，又拥有霸道的后颜，自然很轻易将暗幽寒龙重伤濒死。你立刻上前补刀，旋即吸收它作为第3魂环，获得新魂技龙息，烟星辰幽寒风万里，能够喷吐出黑暗与极寒共存的恐怖龙息，不仅具有强大的湮灭能力，更是拥有极致之冰威能，所到之处幽寒蔓延万里冰封，魂力也顺带提升到了32级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和教皇他们会合。你嘴角则勾起戏谑弧度，不知道待会儿比比东看见自己的魂环配置会如何呢？此时落日森林，你顿感周围场景再次变得虚幻，下一刻竟又来到了精神之海。小子，你做得很好，成功完成了无下达的第2考。本次考核的奖励一共有2个，其一，任意武魂获得天赋领域；其二，无知独有至宝龙神之魄。终于不像上次那样给残次品了。龙神，我要黑暗圣龙的天赋领域。沉稳的龙神却是微微一愣，继而他探查了一番你的身体，顿时摇头。小子，你先修炼了黑暗圣龙，你可知你这2个武魂有何区别？光明圣龙以霸道著称，在防御、力量、攻击、爆发方面表现突出；黑暗圣龙以诡异见长，长在控制、干扰、隐匿、袭攻方面独具特色。按照你们人类的说法，一个是强攻系，另一个则是敏攻系。强攻系魂师的肉身往往比敏攻系魂师强大。你若是先修炼光明圣龙，肉身的强度足以支撑第3魂环附加万年。你恍然大悟，如果先修炼光明圣龙，第2考便能轻易完成。但现在后悔以及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况且之前知道也没用。比比东怎会答应自己先修炼光明圣龙？想到这里，你心中对那颠婆更恨了几分，必须想办法摆脱他才行。龙神看出你心情郁闷，不再多言。既然你已经优先修炼了黑暗圣龙，便只能如此了。紧接着，他双眸一亮，赐予你黑
黑暗圣龙领域。天赋领域黑暗圣域，增强自身黑暗属性，扰乱对手精神，吸收吞噬黑暗属性对手及万物的能量为己用。你不由欣喜，比比东不正是黑暗属性的吗？但似乎想多了，现在他没对自己下手就算好的了，还想去吸收他，除非给他整点猛药，然后拖到密室里化身密室斗罗。另一个奖励龙神之魄是什么？听着挺霸气的，散发出的气魄是不是可号令天下魂兽？你现在只是一缕智慧神石，这东西该不会也和龙神圣体一样残缺吧？你猜得不错，无这龙神之魄的确可令天下魂兽臣服，但目前确实是个残破。你脸色顿时垮了下来。不过虽然是残破，却同样蕴含着不俗威能，它可让实力比你弱小10倍的魂兽畏惧臣服。当然，由于是残破，无法通过气息使用，只能通过凝聚为破印，烙印在对方的精神深处。烙印成功后，并不会直接奴役对方，但会让对方从精神上对你产生无尽恐惧，从而不敢违逆。你心中又是一阵无语，比自己弱小10倍的魂兽臣服了有用吗？小子莫急，吾给你此至宝，自然有所用途。吾看过这斗罗世界的未来，清楚哪里有10万年化形为人的魂兽，吾这残破用于他身上刚刚好。所以你的第3考核内容是收服一只拥有10万年修为的化形魂兽，作为贴身宠兽，期限2月半。给你点提示，那只化形魂兽在诺丁城，至于能否找到它，便看你自己了。你眼眸一亮，小五不就是个10万年流氓兔化形魂兽？不过谁要收服它做贴身宠兽？你嘴角微微抽搐，但仔细思索片刻，忽然露出笑意。现在的时间线，唐三应该快认小五为妹妹了吧？如果在那时突然出现将小五抢走，那岂不是能气炸唐三？心念于此，你不禁笑得越发阴险。送我出去吧！龙神双眸骤然亮起，赐予龙神之魄的同时，将你送出精神之海。回到现实后，凌渊抱着你，快要抵达比比东的位置。老师，我吸收完成了，获得了魅惑类技能天狐妙音。娜娜真厉害呢，小年纪就修炼到了30级。本来老师想未来册封你为圣女的，都是那该死的。老师，没关系的，你不要因为这个讨厌小寒师弟。我看出老师你与那些什么供奉不合，想着争夺这圣子归属权，这事儿放心交给我好了，我会把他迷得神魂颠倒，让他乖乖听话。到时候小寒师弟和我在一起，他还能不听老师您的话不成吗？胡列娜忍不住娇羞笑了起来，显然对自己的计谋感到极为满意，不仅能为老师分忧，又能得到心仪的小师弟，一举两得。然而比比东听到这番话后，顿时就有些急了，那可是加快他罗刹神传承，还有小刚能否逆天改命的关键，一定不能让娜娜对其动心。然而不等比比东回应他，凌渊便已经听不下去了，带着你出现，顿时吓了比比东和胡列娜一跳，尤其是胡列娜羞红着脸，都不敢和你对视。他说的那些迷的师弟神魂颠倒的羞话，是不是全被听见了？比比东回过神来后，却是极为不满被偷听，眉头大皱，发怒。凌渊长老，吸收100年魂环，少则几个时辰，多则可长达数日，你却这般快带着他回来了，恐怕根本没完成我交代的任务吧？老师，胡列娜见比比东突然发怒，下意识想为你们说好话，可刚开口就被比比东看了一眼，最终话语卡在喉咙里，没再说下去。你最好给出个合理的交代。凌渊嘴角勾起自信笑容，准备道出，你却从他怀中跳了下来，将他护在身后。不必多说，这一幕令得比比东顿时眉头大皱，交拳紧握，当即准备呵斥你几句。你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骤然释放武魂，低沉龙吟响彻八荒四野，庞大的黑暗圣龙骤现。比比东见此，自然认定你是打算袒护凌渊。你想干什么？反了你！他的后半句话突兀止住，只因黑暗圣龙的3个魂环正在一个接一个缓缓亮起。第1魂环紫色2000年，第2魂环紫色4300，第3魂环紫色8900。同时32级的魂力气息席卷而开。这怎么可能？前3个魂环境全部都是紫色。小刚的理论不是说第1魂环吸收上限是423年吗？莫非真如其所说，只要提升体质就能打破这个理论？我的天啊，我没感应错吧？第3个魂环居然接近9000年。老师，您知道原因吗？怎么和您教导的不
都一样。比比东脑子嗡鸣作响，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如今就算小刚在，恐怕也解释不了眼前这一幕吧。你见他这吃瘪模样，心中轻蔑暗爽。老师，如你所见，我之前的理论完全正确。至于您宣扬的那一套理论，狗屁不是。比比东瞬间气急败坏，双眸仿佛喷火。这小畜生胆敢质疑小刚呕血研究出来的理论，奈何事实就在眼前，他无法反驳，也找不到借口。老师，或许小韩师弟说的对，我们武魂殿宣扬的理论应该要做出改变了。比比东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。他平日教导培养这丫头，现在他反倒为这小畜生说话。不过很快他又觉得胡列娜没错，将矛头指回了你。娜娜这么单纯善良，一定是被这小畜生迷惑住了。你见比比东这一副想吃人的癫样，意识到自己说过火了，下意识往凌渊身后靠了。好了，教皇大人，都是小韩一些玩笑话。现在天色已晚，我们不宜再赶路返回，今晚在此休息一晚吧。至于小韩如何做到的，哪套理论正确，等明天动身返回武魂城再谈吧。比比东无奈默认，凌渊在这里根本没法不留痕迹动手，况且现在这小畜生太弱小了，哪承受得住他抽取双龙血脉？同时他也坚信小刚的理论肯定没有错，一定是这小畜生武魂特殊。听到凌渊的安排，胡列娜立刻激动起来，紧接着他上前，充满爱意地将你抱起。小韩师弟，今晚和师姐我睡一个帐篷好不好吗？你感受到他怀中的温暖，只觉一阵舒服。想到刚刚他为了自己顶撞比比东，便准备以此作为奖励答应他，可还没等将话说出来，颠婆比比东又出来搞事情。娜娜过来，今晚与为师睡一个帐篷。你刚刚吸收完第3个魂环，为师为你稳固魂力。胡列娜也只好妥协，乖乖回到他身边。就这样，4人分2组，开始搭设帐篷休息。守夜的工作自然交由2名成年人负责。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后半夜，整个落日森林已然陷入一片寂静。凌渊守完了上半夜，疲惫地返回帐篷来。只见你睡得正香，口中不时呢喃着凌渊姐姐。老公大人就这么想人家吗？凌渊惊喜不已，褪去外衣，将你抱入怀中一起睡去。然而当他彻底熟睡后，一道绝美身影溜了进来，正是胡列娜。她是趁着刚刚比比东起身交替守夜时，悄悄溜过来的。进来见到这一幕，顿时惊愣。原来凌渊长老背地里这么开放。胡列娜冷哼一声，旋即狡猾一笑。小韩师弟是属于我的。她学着凌渊一样褪去衣物，继而将你悄悄抱到一旁，推搡轻唤。小韩师弟，醒醒，师姐来找你喽。你迷迷糊糊醒来，见到眼前一幕，顿时喷血。不等你反应，胡列娜直接施展第3魂技天狐妙音。你心中不由觉得好笑。吸收了9万年光明亚龙魂骨后，自己现在的精神力都不知是他的几倍。不过既然他想玩，陪他便是。你当即故作一副被控制的模样，钻入他怀中作乱。娜娜师姐，小韩师弟，从今往后你就是师姐的人喽。胡列娜媚眼如丝娇笑，娇嫩玉指从你的小脸蛋缓缓顺滑而下。然而就在这即将失控的关键时刻，帐篷之外突然响起颠婆比比东的急声呼喊：娜娜，你去哪了？怎么不在帐篷里了？或许是声音实在太大，就连一旁凌渊都被惊动。糟了！胡列娜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不舍得放下你逃离。怎么回事？凌渊醒来，只见到了不远处的你，或许是太迷糊，并未发现什么异常。他来到你身旁，将你抱入怀中。老公大人可不许乱跑哦，说好的同吃同浴同睡呢。他在你的脸蛋上亲了一口后，继续睡了过去。此时你自然望到了凌渊穿着清凉的一幕，坏笑一声，旋即朝他怀中深钻几步。这一个个的让我以后很难吃得消呀。翌日清晨，你和凌渊走出帐篷。小韩师弟昨晚睡得可好？你自然明白这是他的挑逗，却故作不知。有凌渊姐姐陪着我，挺好的呀。胡列娜顿时醋意大发。难道昨晚的事情都忘记了吗？只记得凌渊长老的好。返程路上，纵使比比东百般阻挠，胡列娜仍旧和你交谈。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不断暗示昨晚之事。你明白欲擒故纵的道理，也享受她的着急，只是隐晦地说昨晚感觉到了怪异，却并没有那段记忆。这让胡列娜暗暗下定决心，之后要不使用魂技，靠自己重现昨夜场景。日落时分，4人终于到了武魂城。教皇冕下，圣子目前情况远超常理，按照规矩，属下现在应该带他去见大供奉一趟。比比东顿时恼火，疯狂思索对策。若是这个小畜生将他那套理论告诉千道流，必定会推翻小刚呕血研究出来的理论。到那个时候，小刚肯定会成为大陆上的罪人。比比东想罢，
便准备拒绝，身旁却突然闪来一道诡异鬼影。教皇冕下已经调查出来了，相信您会很感兴趣。比比东瞬间大喜，贵长老，换个地方好好与本教皇说说。你瞬间感觉到心慌，莫非是调查出自己身世了？当年透露消息出去的父母，算是间接导致千寻疾死亡的根源。自己的身份已经传出，必然会遭到武魂殿的抵制。你想到后果，对比比东的恨又浓了几分。不过你也不是吃素的，也能说出他杀死千寻疾的证据，大不了与他鱼死网破。凌渊和胡列娜见你发愣，不由得困惑。怎么了？你摇摇头，肚子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这让凌渊和胡列娜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人家现在就带老公大人去吃好吃的。胡列娜的嗤笑顿时凝固。老公大人，凌渊顿时意识到说错话，你也不知如何是好，挠头思索对策。恰在此时，前方突然传来一阵争吵声。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不远处有间饭馆，你们先去吃饭吧。胡列娜娇哼一声，拉着你去前方饭馆，同时喋喋不休的让你给个交代。你也是无奈，都不知道怎么找理由糊弄他。娜娜，当经过一个小巷时，陡然响起喊声，转头一望，正是舔狗燕，还有胡列娜的哥哥邪月。燕一眼认出你就是那日的小屁孩，见你与胡列娜这般亲昵，瞬间暴跳如雷。你嘴角勾起弧度，有乐子玩。胡列娜则面露喜色，准备拉着你过去互相介绍认识。娜娜，你昨天早上不是说和老师去猎取魂环吗？现在怎么和这该死的小屁孩在一起，还卿卿我我的？邪月也脸色阴沉走来，透露出对你的敌意。燕，你有没有教养啊？你骂谁是该死的小屁孩？还有哥，你这个眼神怎么回事？你们知不知道他是……你没给他说完的机会，一步上前将他护在身后。我是娜娜的男人，而娜娜是我将来的枕边人，你们有何不服？你牵住胡列娜的娇嫩玉手，今日便要让这舔狗燕知道什么是名花有主。胡列娜顿时羞红了脸庞，她没想到小寒师弟竟然会如此霸道血誓。你找死！娜娜是我的，谁也不许从我的身边抢走她。燕释放出火焰领主武魂，伴随着2个黄色魂环出现，爆发出29级魂力气息。邪月冷哼一声，紧随其后，手中瞬间出现一对锋利的月刃，同样伴随着2个黄色魂环以及29级魂力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狠厉之色，他自然不可能让自己的妹妹和一个小屁孩在一起。你们2个想干什么？他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，我也愿意当他的女人。这话不说还好，一说更加激怒2人，尤其是舔了胡列娜6年的燕彻底爆发。娜娜是老子的，我要杀了你这个小畜生！你疯了！胡列娜顿时慌了，奈何此时她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不仅是燕，就连她的哥哥邪月也是欺身而进。既然你们2只蝼蚁想玩，那我便乐意奉陪。黑暗圣龙武魂轰然释放，伴随着一阵低沉的龙吟声，整条小巷竟瞬间变得昏暗，继而3个紫色的千年魂环乍现而出，爆发出令人心悸的气息。什么？你没给他们思考时间，小手猛然一翻，黑暗圣龙轰然发出龙啸，燕和邪月连做出抵抗都来不及，便被轰然击飞出去。2人砸在身后墙壁之上，皆是一口鲜血爆吐而出。他们艰难抬起头望着你，眼中尽是惊骇。小寒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娜娜师姐，我感觉有些心塞，好像是被气的。我真的没想到你们是这种人。燕，从今往后我们断绝友谊，你不再是我的好朋友。还有哥，你以后若再敢找他麻烦，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哥哥。燕脸色顿时煞白至极，仿佛失魂般瘫倒。邪月则充满震惊，不敢再多事。小寒师弟，我们走，去吃饭。好的。你笑嘻嘻回应，旋即被胡列娜拉着离开。该死的小屁孩，你给老子等着，老子迟早会超越你，报今日之仇。败在我手中之蝼蚁，从来不会被我视为对手。我给你时间追赶，直至你遥望不见。记住，我名叶寒。如此霸气之言，震撼的燕心灵狂颤，瘫倒在地，脸上尽是骇然之色。随后你不再理会他，跟随胡列娜离开小巷。没过多久，2人便来到了一家饭馆坐下。小寒师弟，你说我是你的女人，是当真的吗？你也不知他是装还是怎么的，都说得这么明白，还有假的不成？既然他都没打心底承认，那你也只好装傻。什么我的女人？娜娜师姐在说什么胡话呀？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啊。然而这时，一道威严女声突屋子外边传入。
原来你们在这儿啊，可真是让我好找呢。紧接着便见比比东带着凌渊从外边走入。你见比比东那充满戏谑的脸庞，便知道如自己料想的一般，他定然是得知了你的身世，自认为能拿捏自己来找麻烦。凌渊长老，你带娜娜去后厨检查并监督圣子所吃的东西，不仅要干净卫生，更要确保安全无虞。凌渊自然不敢违命，忧虑地看了眼你后，拉着胡列娜离开包间。你目送他们离去，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谈话恐怕不会那么愉快。好徒儿过来为师者。只见比比东拍了拍那双绝美玉腿，示意你过去。犹豫片刻，你还是乖乖走去。好徒儿，你可知为师为何要单独留下你吗？弟子不知，请老师明说。好徒儿，你的身世我已经查清楚了，你应该知道，若公布，你将再无在武魂殿立足的可能吧？你心中一紧，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，故做出一副慌乱模样。老师，您想要弟子做什么？很简单，以后便乖乖听为师的话。待会儿与大供奉见面时，不许提及你那所谓的理论。若问你是如何做到越级吸收魂环的，咬死是武魂特殊。该死的颠簸，果然是为了那狗屁玉小刚。你心中充满愤怒的咆哮，但也明白自己目前实力尚弱，还不宜与他硬碰硬。老师，弟子明白了，我会乖乖听话的。比比东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当即取出一块散发着幽暗光芒的魂骨，有些不舍地递给你。好徒儿，这是一块来源于暗影蛟龙的左臂魂骨，虽然只有3000年，但却是可进化的。随着你实力的提升，将来成为10万年魂骨也未尝不可。为师将它送给你，作为你拜师的见面礼，也是你听话的奖励。你顿感诧异，看来这女人为了套牢自己，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不过，这种打了一巴掌又给一颗糖的套路，着实令人不爽。想到这里，你顿时有了报复他的主意，嘴角勾起邪恶弧度，装作一副感激涕零模样，猛然埋入比比东怀中。谢谢老师赏赐，弟子以后一定乖乖听话。比比东的娇躯瞬间发软发麻，俏脸泛起红晕，竟忍不住闷哼出声。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，羞怒着抬手就要将你丢开，但又忽然压下怒火，抚摸起你的脑袋。好徒儿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为师不会少了你的好处。心里却是想着，这小畜生迟早都会是死人一个，现在又何必与他动怒？吃过饭后，你和凌渊与比比东、胡列娜分开，前往供奉殿。路上，你将魂骨交由凌渊保管。老公大人，你和教皇冕下单独相处时发生了什么？他怎么送你如此贵重的东西？你脚步微微一顿，陷入沉思。如今已经和凌渊相互信任，那么身世也无需向他隐瞒了。凌渊姐姐，其实我一直有件事瞒着你。说完身世后，你又将比比东以此作为要挟并赠送魂骨之事说出，而并未将千寻疾是比比东杀死的事情说出去。凌渊听完，震惊之余更多的是同情，他轻轻将你抱入怀中，抚摸着你的脑袋。没事的，这与你没关系的。就算你身世让大供奉知道了，他也肯定不会怪你的。毕竟前任教皇的死亡终究还是因为唐昊，况且大供奉又不蠢，说不定早已经派人去调查清楚你的身世了呢。放心吧，以后我会努力培养你长大，将来向那唐昊报仇雪恨。你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眼眶微微泛红，重重点头。谢谢凌渊姐姐，如果将来有一天你遇到了危险，我也会保护好你的，哪怕是付出生命。此时供奉殿前，你与凌渊刚准备进入，便见到鬼豹长老从其内走出。他朝着你们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。但当他看向你时，眼神中却闪过一丝怪异。你心中一凛，看来果然如凌渊所料的一样，千道流已经派人去调查自己的身世，调查者正是这鬼豹长老，想必已经汇报完了。走吧，不用紧张。凌渊摸了摸你的脑袋，旋即走入供奉殿。只见里面有一尊巨大的天使雕像，背生六翼，散发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洁之光。千道流此时正站在雕像下祷告着什么，听到脚步声，他缓缓转过身，当看到你时，眼中多了一丝怜悯。凌渊，小寒情况如何？回禀大供奉，一切顺利。至于结果如何嘛，还是让小寒展示给你看吧。你当即开启黑暗圣龙武魂，随着一道低沉龙吟响彻，3枚紫色魂环以及32级气息爆发而开。千道流身躯一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如何做到的？凌渊本想将事实说出来，却担心比比东的威胁。大供奉，您还是问小寒吧。你也深深明白，目前还不能和比比东撕破脸皮，于是收敛起气势，开始胡编乱造。大供奉，我能吸收高年限魂环，可能是我的武魂有些特殊吧。千道流眼中闪过一丝疑虑，他又不是蠢货，小雪神级武魂都做不到如此，这小家伙半神级武魂可能做到这一点。想着他已经猜测到了你可能是受到了比比东的威胁，但他回想起对比比东的亏欠，也不再多问。小寒，关于你册封圣子之事，放到全大陆各学院
假期开始的半个月之后吧。一切听从大供奉的安排。到时候册封圣子前，我会带你去见一趟我孙女千仞雪，也就是你的未婚妻。毕竟之后大陆局势定然暗流涌动，届时想见面可就要困难许多了。对此，你自然是好答。旋即凌渊带着你离开，回到住所之后的第一时间，你便取出比比东送的3000年暗影蛟龙左臂魂骨。龙神，帮我看看这块魂骨是否可进化。精神之海的龙神感受一番，点了点头。你这才放下心了。吸收瞬间完成，魂力提升1级，获得了一个攻防兼备级的龙影诀，可用魂力凝聚出暗影蛟龙，对敌人发起攻击或者防护自身。目前魂骨3000年年限，最高可凝聚出3条暗影蛟龙。往后这块魂骨每提升1000年年限，便可多凝聚出1。该技能配合口诀，攻敌3分，自留7分，运用可达到最佳效果。将来魂骨进化到10万年，凝聚上百条暗影蛟龙的场景，想想都让人震撼。紧接着，你开始思索接下来的计划。唐三认小舞为妹妹，似乎就是学院假期时，那便休息一下，过几日再前往抓捕小舞，然后再去为独孤博解毒，获取仙草。毕竟小舞也需要仙草遮掩流氓兔身份。至于为独孤博和他孙女解毒需用的魂骨，自然早就弄到了。很快便到了全大陆学院统一假期，期末总结表彰大会的日子。武魂殿学院同样也在今日举行。凌渊身为长老，自然是要参加的，因此早早便是起身忙碌。老公大人，起床吃早餐了。你迷迷糊糊爬起，睡眼惺忪看向他，这不看不要紧，一看鼻血瞬间喷薄而出。只见凌渊穿着极为清凉，仅2件黑色蕾丝打底，其外只有件贴身围裙，将诱人娇躯紧紧勾勒。凌渊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呀？怎么了嘛？同吃同浴同睡都多少天了，老公大人你什么没见过？难道这就腻了？你的小脸更加通红。我是想说，现在是白天啊，被别人看见怎么办？放心，这里除了你，没有别人会看见。你狂焰破了。相处几天下来，凌渊真是越来越大胆。也正在此时，你突然想起龙神第3考内容，抓捕10万年流氓兔小舞。现在出发前往圣魂村后山，日落便可见到唐三认妹的名场面。况且现在还是唐昊留下字条暂时离开唐三的时候，正是动手的最佳时机。凌渊姐姐，你别去参加那什么会了，待会儿陪我出去玩玩好不好？怎么了吗？我记得昨天深夜娜娜突然过来，似乎就是邀请你去参加假期期末总结表彰大会吧？你还钻入她的怀中连连答应呢，今天怎么就不想去了？我突然想出去走走玩玩，你就陪我去嘛，好不好嘛？好了，都依你。那你想去哪里玩呀？你的目光落到挂在客厅墙壁上的斗罗大陆地图上，故作随意地指向圣魂村的位置。我想去偏远些的地方走走，就那里吧。凌渊沿着你手指望去，倒是没多想。用过早餐后，两人找到了千道流，说明了外出的打算。他虽然担忧，但看着你坚定的眼神，最终还是同意。唯一的要求便是低调行事，不要暴露身份，以免引起注意。在日落时分，你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凌渊姐姐，我感觉后山那边的空气很好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凌渊当然不会拒绝。刚来到后山不远处，一男一女2道身影映入眼帘。女孩有着一头顺滑的黑长发，扎成蝎子辫垂至翘臀，身着一件粉红色超短裙，将那曼妙娇躯勾勒到了极致。至于那男孩，身着一袭蓝色锦衣，长相十分丑陋，不用多想，他们就是10万年流氓兔小舞和双标臭狗小瘪三了。此时此刻，两人正在进行斗罗大陆最为脑残的名场。小舞，我真希望能再有一个亲人，你愿意做我的妹妹吗？我会用生命守护你。小舞双眸渐渐的红。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，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，怎么办？那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吧。小舞被感动的流出泪水。哥，你对此嗤之以鼻，充满嫌弃。身旁的凌渊却是无比感动。你猜测他是没有看出小舞身份。凌渊姐姐，附近怎么有股怪异的兔骚味？是不是有什么兔子魂兽啊？凌渊当即仔细探查起周围来。那粉裙女孩竟是一只10万年柔骨魅兔魂兽化形。无论是前任教皇千寻疾，还是你的亲生父母，都是这些该死的10万年魂兽化形而导致的死亡，自然让他恨透了这些魂兽，觉得他们通通都是该死。他们如今跑出来与人类接触，也只不过是想蛊惑人类吧。我必须要将之铲除。见到来人，唐三将小舞护在身后，警惕地盯着你和凌渊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小舞却丝毫
不惧，反而一步上前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凌渊。你们两个哪里来的乡下臭臭，敢偷听我们说话，想死是不是？真是只欠收拾的刁蛮兔。你正准备动手时，凌渊身上的气势瞬间爆发，旋即释放烈焰凌渊武魂，9枚魂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出现，92级封号斗罗的气息爆发。你这只该死的魂兽化形，竟敢跑到人类世界蛊惑人类！小舞见身份被识破，吓得躲到了唐三身后。哥，我怕。她是人又如何？是魂兽又如何？我都不在乎，我只知道她是我的妹妹。你如果想动她，那就先从我的身上踏过去。你这个愚蠢的人类，被这魂兽迷惑了心智，它只会给你带来灾难。凌渊姐姐，别管那臭狗了，先将那只魂兽抓起来，可别让它逃走继续害人。凌渊眸中闪过一抹冷厉，今日便让我除了你这祸根。他周身魂力涌动，身形一闪，掠射而去。别想伤害我的小舞！唐三想要阻拦，却被凌渊猛然震。凌渊直取小舞，爆发出熊熊火焰，打算将之灭杀。但突然想到这魂兽或许能留给你做魂环，便止住了杀心。哥，救我！唐三顿时急了，这女人不仅敢动，还敢动他的小舞，已有取死之道。一抹寒光自他袖中激射而出，直指凌渊眉心。休想动我的凌渊姐姐！你不屑冷喝一声，身形一晃闪来，双指如前，精准无误地夹住了那枚疾驰的暗器。随后手腕一抖，借力打力，将暗器原路反射回去，直指唐三的右腿。之后便当个瘸子吧。唐三面色大变，一双狗眼瞪得如铜铃一般，根本没料到自己的暗器竟会被如此轻易地化解并反击。但他嘴角勾起得意弧度，一时不甘示弱，瞬间施展出玄玉守护thuật。以为这样就能伤到我了吗？你见此顿时大感失望，竟然忘了他还有这招。正当双方都以为结局已经注定时，一阵风忽然吹来，恰好使这枚利剑的轨迹微微偏移，携带着破军之力，直奔唐三的男儿雄风。不要！唐三大感不妙，想移手去护住，奈何为时已晚，利剑瞬间轰击了上去，前所未有的剧痛令他瞬间瘫倒在地上，脸色扭曲至极，发出痛苦惨叫声。哥，活该！你心中的快意在这一刻直接飙升到了顶点。唐昊的儿子小瘪三从今往后就是太监，还不赶紧滚！现在去找个地方接上，或许还来得及。可别为了这只流氓兔，就把身为男人最为宝贵的东西搭上了哟！唐三咬牙怒视着，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他深深看了眼小舞，旋即抓起被切断的男儿，雄风逃离。小舞，永别了，将来我会为你报仇的。你并未阻拦他逃走，现在还不是杀他的事，要慢慢折磨玩死他，让唐昊那畜生反复愤怒痛。哥，不要抛下小舞！你走向小舞，眼神中满是戏谑。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会用生命保护你的哥哥。真到了这种危机时刻，还不是抛下你一个人离开？小舞的娇躯疯狂颤抖，泪水无声的滑落，心中那份依赖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他唯一信任的人类居然背叛并抛弃了他。这时，凌渊上前狠狠揪住小舞两只可爱的兔儿。老公大人，别和这只狡猾的魂兽化形多说，附近说不定还有他的同伙，先把他带回武魂殿再说。到时候向教皇和大供奉他们汇报，争取留着给你当魂环。随即，他施展第三魂技烈渊翱翔，凝聚出一只巨型烈渊。小舞心中愤恨的同时充满绝望。他来人类世界就是为了变强，然后给妈妈报仇。可如今他自己也沦落到了武魂殿手中，这下他是必死无疑了。早知道会这样，当初他就不应该不听大明和二明的劝，擅作主张跑到人类世界。妈妈，对不起，小舞愚笨，不能给您报仇了。然而，你们刚离开圣魂村范围，就有一股强大的魂力波动起来。伤了我儿子，还想一走了之？随着一道浑厚愤怒声响彻，前面不远处骤现一道黑色身影。他身形高大魁梧，手持一柄昊天锤，周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。9个魂环环绕，耀眼夺目。最后一个魂环竟然是代表10万年的红色魂环。昊天斗罗。凌渊怎么都料想不到唐昊会突然出现在此。这么说，先前的小男孩是他的儿子。你见到他，心中怒火顿时直冲云霄，但冷静下来后，又涌现出浓浓骇然。怎么也没想到唐昊竟真察觉到，还来得如此之快。这下子情况可糟了，凌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今日除非请得动龙神出手，否则必定是命绝于此。小舞一时惊呆，眼前这个封号斗罗竟然是唐三的爸爸。昔日你们害死阿银，今日又胆敢伤我的儿子，拿命来偿还吧！唐昊抡着昊天锤，朝着这边猛然掠射而来。带这只魂兽回武魂殿，
去找教皇和大供奉他们，我留下来拖住他，为你争取时间。凌渊身形一动，跃下烈焰凌渊。不要！你想伸手拉住，却为时已晚。久闻昊天斗罗威名，今日便让我来会会。呵呵，就凭你凌天一击！昊天锤瞬间光芒大盛，携带着毁天灭地之力，朝着凌渊轰去。凌渊的娇躯瞬间被轰飞，重重的砸在地上，旋即竟瞬间自燃，化为火光。怎么会？你双瞳震颤。凌渊好歹是92级封号斗罗，怎么会抵挡不住唐昊一击，被直接秒杀？你急忙探查起凌渊的气息，当确认感受不到后，你双眸瞬间赤红。你竟然敢杀了他！龙有逆鳞，触之必死。唐昊，我要你灰飞烟灭！龙神，出来，给我杀了这个畜生！你的双眸瞬间被金光覆盖，体内爆发出恐怖气息，散发出绚丽金光，整个天地随之变色，风起云涌，雷声轰鸣，仿佛末日降临。这是魂兽的气息，不对，这是神的气息，这是神奇之力。休想出招！九环奇炸，大须弥锤！伴随着9次震耳欲聋的炸环声响，昊天锤瞬间变得巨大，继而携带着足以轰碎天地之势，猛然朝你狠狠砸去。然而就在此击即将触碰到你的刹那，龙神化为虚影出现在你身后，发出一道威严而悠长的龙吟，紧接着一道璀璨夺目的金色龙息朝着唐昊轰击而去。唐昊的炸环大须弥锤在这龙息前竟如同纸糊一般，瞬间溃散。紧接着龙息狠狠轰击在唐昊的身躯之上，瞬间将之轰倒在地上。他狂喷几口鲜血，眼中满是震惊与骇然。你原本还打算乘胜追击，身形却是一滞，自身因太过弱小，根本承受不了龙神长时间相逼，瞬间遭到强大的反噬，魂力肆意乱窜，疼痛感席卷全身。龙神意识到你这番下去必死无疑，便迅速退回精神之海。当龙神退去，你无力地朝着下方坠落而去。只是仅此而已吗？唐昊立马擦拭嘴角鲜血，抡起手中昊天锤。他虽身负重伤，但杀死个失去反抗之力者绰绰有余。休想动他！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，原本死亡的凌渊竟是突然出现，一击将唐昊震开，旋即将你接住。凌渊姐姐，你没死。我哪会那么容易死啊？刚刚那只是我的魂技假死，本想以此偷袭，拖延住他为你争取逃走时间的，谁知你突然爆发出恐怖神奇之力，压得我无法复原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你现在体内魂力躁动，需要立刻稳住。至于那唐昊，此时是杀不了，他若临死反扑，也是不容小觑的。凌渊带着你跃上烈焰，凌渊，唐昊，新仇旧恨日后必定万倍讨还。你再也支撑不住，陷入了昏迷。不过好在凌渊及时出手稳住，并无生命危险。妄想向我复仇，我今日便杀了你！唐昊强忍着伤痛，打算追击，奈何身负重伤，已是强弩之末。唐昊，等着承受我们武魂殿的怒火吧。凌渊操纵着烈焰，凌渊急速远离，而先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被小舞看得一清。由于这烈焰凌渊飞太高，他并没勇气跳下去逃跑，但更多还是被你所爆发出的恐怖气息惊骇，呆愣在原地，那根本不像人类，仿佛是兽中之神，这让他心中不由升腾出崇拜臣服之。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，就算真是兽中之神化形又如何？他是个叛徒，必须死。你最好老实点，别打什么歪主意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你取魂环魂骨。小舞被吓得娇躯猛然一震，连忙收敛目光，做出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，试图让他放松警惕。凌渊岂会看不出他的心思，立刻起身揪住他的兔耳。真是只狡猾的魂兽化形。放过我吧！凌渊丝毫不理会，反而加大了力量。小舞疼的娇躯不断扭动挣扎，最终朝着凌渊倒去。这么一倒，瞬间瘫到你身上，俏脸贴上你的脸蛋。此时他红润的红唇距离你的嘴唇竟只有分毫之差。滚啊！凌渊一脚将小舞踢倒在地，小舞仅是疼呼一声，便眼神充满错愕，迷离的盯着。刚刚他靠近你时，心中升起一丝异常感觉，浑身都非常舒坦。你若再敢靠近他，我立刻就杀了你！不要，小舞再也不敢了。小舞赶紧求饶，躲得远远的，只是还是会时不时偷瞄你，期待着重新感受刚刚的气息。或许这个小男孩只是卧底在武魂殿，那他肯定会没事。凌渊懒得再理会这只流氓兔，操纵着烈焰凌渊加速返回，但他体内的魂力也所剩无几。到了半夜，只能被迫停下，找了一家旅馆休息。老公大人，好好休息吧。凌渊将你轻柔地放到床上，随后催动魂力凝聚出一条锁链，将小舞牢牢
牢拴在门边。臭兔子，老实点。紧接着，凌渊离开房间，去给你买些补身体的食物。然而他却没料到小五身为柔骨魅兔，擅长柔技，轻易挣脱了锁链，走向床边。他肯定就是魂兽之神化形吧，否则身上怎么会散发出吸引魂兽的气息呢？小五期待地伸出手指，轻轻触碰你的鼻子，瞬间感觉一股奇异的波动传来，令他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。他果然就是兽神大人。小五被深深吸引，不由自主地趴到你身上，他的心跳与你逐渐同步，同时他心中疯狂思索起今日之事。唐三爸爸应该早就发现他是魂兽了，所以派唐三接近他，骗取他的信任，等以后时机成熟，需要魂环魂骨就杀了他。兽神大人肯定就是发现了这一情况，所以特地赶过来将他救走。卧底进武魂殿也是想将其从内部瓦解。兽神大人简直是太伟大了，为了我们魂兽一族竟然以身试险。兽神大人，就让小五来报答你吧。小五眼眸痴迷，红唇咬住你的脖颈，开始用力吮吸。你疼得眉头轻轻皱起，随后猛然睁开双眸，映入眼帘的便是贴在自己身上的小五。滚蛋！你被吓得不轻，一巴掌甩了过去，小五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。随后你起身揪住他的兔耳，警惕环顾四周。我的凌渊姐姐呢？这里又是哪里？这里是一座小镇的旅馆，你那什么凌渊姐姐好像是出去给你买吃的了。你这才松了口气，但很快再度警惕。凌渊姐姐怎么可能会放心将这流氓兔和自己放一个房间？带着困惑，你快速扫了眼房间，发现了地面的魂力锁链，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，又狠狠地揪起小五的兔耳。你这只臭流氓兔，胆敢挣脱束缚，还跑我身上来，你想干什么坏事？兽神大人，您别生气，小五没有想干坏事呀，我刚刚只是在感受您身上的魂兽气息，您一定是上天派下来拯救我们魂兽一族的魂兽神明，对不对？你顿时愣住，他在发什么癫，在说什么鸟语？转念一想，莫非是自己身上的龙神之魄导致了这一切，让他误会？如果是这样，岂不是可以轻松让小五成为自己的贴身宠兽？一来可以完成龙神第3考，二来可以更好的控制小五，三来可以欺诈唐三，以此报复唐昊。想到这里，你揪住小五兔耳的手不由放松下。小五以为你是承认了兽神大人的身份，顿时激动不已。小五就知道您一定是兽中神明，幸好您特地赶过来救我，否则小五现在已经死了。你一阵反感，一把将他甩到床上。小五娇呼一声，娇躯在床上弹了弹，以为这是你对他的某种暗示，于是俏脸羞红。既然您是兽神大人，又救了小五，那么想要小五的话，小五肯定不会拒绝的。来吧，来宠爱小五吧，从今往后，小五只属于兽神大人您。你望着他那一丝不挂的诱人娇躯，瞬间怔住，反应过来后，大步走去，揪住他的兔。你这只被小瘪三睡了1年的臭流氓兔，真是脏死了！谁要你啊？小五没有，我和那该死的唐三是隔着一条边界线睡的。谁知道你有没有偷偷干其他事啊？小五没有。如果兽神大人实在生气，那就惩罚小五吧。只要不揪耳朵，小五什么都答应您。你嘴角浮现一抹邪笑。作为惩罚，你从今往后便成为我的贴身宠兽。小五愿意，从今往后您就是小五的主人，小五会永远侍奉在您身边。你一阵嫌弃，但为了完成考核，变强向唐昊复仇，不得不这样做。为了以防这只狡猾的流氓兔被刺，必须给他烙印上一个龙神破印。当即集中精神，催动龙神之魄，凝聚出一个闪烁着金色光芒的龙神破印。小五感受到浓郁而纯粹的兽神之气，也明白你想做什么，羞涩的低下头，将脑袋轻轻凑了过去。你毫不犹豫地将龙神破印按在了小五的精神深处。小五娇躯和灵魂微微颤抖，随即额头上浮现出一个精致的龙兽烙印。随后他抬起头，眼神中充满了敬畏和顺从，甚至蕴含着痴爱。紧接着他一把将你扑倒在床上，柔软娇躯贴上去讨好。主人，滚蛋，别对我发春！你破口大骂，抬手就愈合，之前一样将他一巴掌甩飞。然而周围场景再次变得模糊。此时你再次来到了精神之海，龙神庞大的身影映入眼帘。小子，你成功完成了无发部的第3考，本次考核的奖励乃吾之独有至宝龙神之魂。该不会又是残次品吧？此话一出，饶是龙神也是一尬。吾之龙魂目前却是半残品，不及巅峰期1/1000，不过却仍旧不容小觑，足以将你目前灵魂精神力提升10倍。最为重要的还是它具有与龙类魂兽或者神兽心灵沟通的特异功能。龙神双眸亮起金光，赐予龙神之魂。你顿觉脑海一阵清凉，仿佛醍醐灌顶般豁然开朗。
龙神前3考赐予的奖励中，龙神圣体是加强肉身的，龙神之魄是加强气势的，而这龙神之魂便是加强灵魂和精神。若将它们修复完好并结合，岂不是相当于拥有龙神之力？接下来你需前往落日森林的冰火两仪眼，在那里吾会向你发布第4考。你并没有多问，点头答应下来。龙神大人，今日之事，多谢您出手相助了。不必客气，吾只是履行当初允诺你的诺言罢了。不过吾今日出手，恐怕已经引起了神界的注意，未来数年，吾恐怕无法再出手相助了。你需小心行事，切莫再像今日一样冒失。另外，吾在助你退敌时，由于你身体太弱，遭到了反噬。虽然及时被稳住，但你的根基还是受到重创，需服用些仙草修复。你点头表示理解，这些问题到了落日森林便可迎刃而解。龙神见此，不再多言。巨大的金色双瞳像之前一般亮起金光，你只感觉周围场景一阵模糊。当再次清醒时，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。一回来便见得小五一丝不挂的模样。你心头一惊，连忙一巴掌将其甩飞。滚开！我还没饿到连你都吃。小五失去重心，摔倒在地，旋即直接昏倒。这只臭骚兔可真是恶心啊！你赶紧为他穿起衣裙，免得待会儿凌渊回来看见，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然而正为其穿一半时，外边却突然响起了脚步声。下一刻，房门被推开，凌渊的身影映入眼。你们，凌渊姐姐，你听我解释，是这只臭兔子挣脱了束缚，跑床上诱惑我，我给它打晕了，现在给它穿好衣服。凌渊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，但最终还是选择无条件相信。这么紧张做什么？老公大人，你没事就好。你先是感到一暖，随即愧疚感席卷全身，都怪自己考虑不周，害得今日差点失去了他。凌渊姐姐，对不起，我……所以你体内的神奇之力是怎么回事？赶紧老实交代。随后，你将自己获得神奇传承以及正在进行神考的事情告诉了凌渊，同时请求他保密，并且不将唐昊和他儿子的行踪说出去，自己要在将来亲自做了解。老公大人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以后有什么事情都要和我说，我会辅佐你完成神考的。你心中更加感动，暗暗发誓，日后一定要好好保护他。同时清楚，想亲自复仇便需要提升实力，当即向凌渊说明要前往落日森林接受新神考，还说了抓这只流氓兔是第3考验，需要弄到仙草为他掩饰身份。凌渊自然没有任何异议，只是对于流氓兔小五成为你的贴身魂兽，心中隐隐感到担忧与不满。翌日，3人一同来到落日森林，凌渊走在最前方，他一手牵着你，一手牵着小五。不同的是，前者是牵手，后者是牵魂力锁链。这次为了防止小五逃脱，不仅拴住了脖颈，就连4肢也不放过。途中，小五一直朝你抛去委屈的乞求媚眼。凌渊见状，狠狠拽了一下手中锁链。你再敢发骚，我现在就杀了你炖兔头汤！小五疼得嗷嗷直叫，跑去抱住你的胳膊。主人，小五怕。你嫌弃的直接将他抖开。小五以为主人不想暴露身份，便不敢再说话。停下，前方有状况。你和小五转眸望去，只见前方出现大片绿色的雾，这是碧鳞七绝花制造出来的毒物。老公大人，你说的冰火两仪眼，莫非在里面？小五吓得又抱住了你的胳膊。主人，小五怕，小五不要进去。凌渊顿时一怒，打算教训一下这只臭流氓兔。然而这时，前方一道墨绿色身影破雾而出，其身上散发着令人胆寒战栗的封号斗罗气息。你和凌渊出于礼貌地喊了声独孤博前辈，小五则瞬间吓坏，诱人娇躯直接钻入你怀中。圣子大人，没想到你竟如此之快便来了。这位小妹妹是被我吓着了吗？哈哈哈！别怕，不对，这是10万年魂兽化形。你担心独孤博起坏心思，便摸了摸怀中小五的脑袋。他是我新收服的宠兽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同时希望你对此保密。独孤博闻言点了点头，但眼中的震惊之色仍未褪去，对你的敬佩又浓了几分。好了，独孤博前辈，今日我是来兑现解毒的承诺，现在带我们进入冰火两仪眼吧。我要先见到仙草，届时给你解毒之法。独孤博坚信你不会欺骗他，连连点头答应。紧接着，他凝聚出一层毒气魂力屏罩，带着几人朝着前方走去。穿过毒雾之后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个巨大的山谷，其正中央的泉水极为奇异，一边是炽热的火焰，另一边则是寒冷的冰霜，两者竟奇妙共存于一处，呈现阴阳太极状。各种珍稀的仙草生长在那片泉水边上，散发着迷
人的光芒和气息。小五直接被震惊得目瞪口呆，惊叹不已。就连见多识广的凌渊也是被惊愣在了原地。圣子大人，这里便是冰火两仪眼了，仙草都在下方。你满意点头，旋即也不拐弯抹角。独孤博前辈，你这碧鳞蛇皇武魂会随着魂力提升源源不断产生毒素，这才令你遭受剧毒反噬之苦。不错，这正是老夫目前状况，恳请圣子大人告知解决之法。将体内的毒素逼到魂骨中，便可以避免毒素继续反噬身体。这个过程必须持续至少数年左右。那老夫现在便试试。按照你的指点，独孤博盘膝而坐，开始运转魂力，将体内的毒素缓缓逼入魂骨之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脸色逐渐变得红润起来，气息也平稳了许多。当最后一丝毒素被逼入魂骨之中时，独孤博猛地睁开双眼，眼中闪过一道精芒。这个方法果然有效，圣子大人，老夫真是感激不尽呐！按照我们的约定，下方那些仙草统统归你了。不过我只知道这些仙草珍贵，并不认识其作用。放心，我知道。凌渊姐姐，你和小五留在这，我过去摘取仙草。正当你转身要去时，忽然想起什么。独孤博前辈，你应该知道，寻常的魂导器恐怕装不了这些仙草吧？你不弄个特殊点的东西给我装装吗？不然都坏了怎么办呢？独孤博一愣，赶紧取出如意百宝堂。圣子大人，这个可存放活物，还能够保存仙草的药性，请你笑纳。你伸手接过，转身朝下方冰火两仪眼走去。此时，独孤博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这几日他已经悄悄用了些阴招，让燕燕和玉天恒反目成仇了。现在让燕燕与这位击败过他的圣子接触，说不定会擦出火花。凌渊长老，老夫有急事要离开一趟。独孤博前辈，你最好别有什么不该有的念头。凌渊长老放心，老夫岂是那种人？独孤博身形一闪，化作一道墨绿影子离开。此时你来到众多仙草前，心中逐渐欣喜。八瓣仙兰、忘川秋水露、烈火杏胶疏、八角玄冰草、鸡冠凤凰葵、绮罗郁金香、相思断肠红、水仙玉鸡骨、奇荣通天菊、血色天鹅尾、幽香绮罗仙品、九品紫芝。在原著中，史莱克七怪能成神，绝大部分原因就是于此。如今这些全部都归你了，何尝不是对唐三还有唐昊的一次报复？你立刻动手开始摘取，就连种子也不放过。片刻后，你回到凌渊和小五身边。凌渊姐姐，这一株仙草名为鸡冠凤凰葵，你现在将它服下，对你定然有巨大提升。凌渊目光落在眼前的仙草上，感受着其上散发的炽热气息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他本想拒绝，但最终还是柔笑着收下，变强才能更好保护你。多谢老公大人。他吻了你脸蛋一口，旋即盘膝而坐，服下吸收。主人，小五也想要。你心中一阵无语和嫌弃，旋即取出另一株仙草。这是相思断肠红，一生只认一个主人。采摘时需心里想着爱人，精诚意志，吐出一口血洒在花瓣上，便能得到他的认可。它可以为你掩盖魂兽的气息，就算是封号斗罗也看不出来。你现在想着我，然后试试吧。当小五做完一切，相思断肠红竟然真的认他为主。他满脸的高兴之色，然后扑入你怀中，主动蹭了起来。好了，乖，你待在这里，守护好我凌渊姐姐。我要下去服用仙草修炼。随即你转身，满脸嫌弃。刚刚对小五温柔，也是想他听话点，不要发癫，对凌渊使坏。你当下服用烈火杏胶疏和八角玄冰草两株仙草结合，产生冰火两重天属性。这么做正是要下到冰火两仪眼的泉水，淬炼身体。虽然自己已经有了龙神圣体，但这个也不能错过。正当你吸收仙草时，再度来到精神之海。小子，你现在应该已到冰火两仪眼了吧？那么现在吾给你发布第4考，将前3考无之次与至宝修炼契合度超过50，届时深入冰火两仪眼泉水，得到其之下的机缘，期限2年半。你心中一凛，随即若有所思。原著中提及过冰火两仪眼的来源，正是冰龙王和火龙王的尸骸坠入到了这片泉水。经过时间推移，便有了这冰火两重天的冰火两仪眼。龙神这第4考，恐怕正是让自己下去探索冰火双龙王尸骸。毕竟冰火龙王都拥有顶级1级神识，尸骸定然好处不少。若是他们肉身和骨骼还没有腐蚀掉的话，说不定能获得魂骨。要求修炼3样至宝达到一定契合度，定是探索冰火龙王尸骸的关键。龙神随即将你送离精神之海。刚一回到现实，你便完成了烈火杏胶疏和八角玄冰草的吸收，继而立刻走入前方的冰火两仪眼中，借助泉水彻底发挥药效并淬体。你顿觉体内冰火两股力量交织，却并未觉
觉的任何突破。当淬体完成的刹那，你只觉神清气爽，身躯仿佛被重塑，这定能为龙神圣体将来的修炼奠定最佳的基础。同时，双生半神级武魂自觉爆发而出，发出龙吟。你感受着光暗双圣龙武魂气息，顿时震惊当场。自己的2个武魂此时居然已经超越了半神级，达到了近神级，仅仅只差半步之遥，恐怕就要进化为神级武魂光明龙王和黑暗龙王。主人好厉害！上方的小舞将这一幕看得清楚，双眸冒出痴迷的小爱心。真是这骚流氓兔！你心中一边骂着，一边走上去。也不知道凌渊怎么样了，也该吸收完仙草了吧？正想着，凌渊位置轰然爆发出一束火焰光束，轰击在上方天穹，极致之火。小舞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可怕动静吓得娇躯颤抖。你无语地把小舞抱入怀中，防止他被波及而死。只见火焰光芒逐渐散去，凌渊的身影映入眼。他此时正闭着双目，娇躯不挂一丝，就这么显露在空气之中。你顿时看直了眼，下意识地推开怀中小舞。凌渊缓缓睁眸，目光与你交汇，脸上泛起娇笑，随后不慌不忙地取出新衣裙穿上。老公大人，我服用你给那株仙草之后，等级从原来的92级直接飙升到了94级，武魂更是进化为拥有极致之火的赤焰圣渊，足以越级抗衡寻常的96级魂师。凌渊姐姐真棒啊！真正棒的是老公大人你呀！如果不是你，我能这样吗？凌渊蹲下，满是感激地将你抱住。一旁小舞看着此幕，心中醋意翻涌，满是委屈，不由自主地将手中的相思断肠红握紧了紧。凌渊这时注意到了小舞手中之物，顿时惊愕不已。这是曾经局长老向他提及过的相思断肠红，需要心中想着心爱之人，方才能令其认出。这小舞想着的心爱之人会是谁呢？恐怕不是之前那个唐三吧？难道是小寒？而就在凌渊困惑不解之时，一道封号斗罗气息破屋而入，只见独孤博带着一道身材姣好的少女。圣子大人，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聊过的事情吗？现在我把我孙女燕燕带来了。独孤雁羞涩地走到你面前，牵住你的双手。圣子大人，之前的事情都是人家的错了，人家现在向你道歉，你原谅人家好不好嘛？她是天生慕强的女人，从上次见识过你的实力后，就已经对你产生好感，本也没想更进一步，谁知玉天恒的废物竟将之前的失败怪到她身上，另外加上来的路上爷爷不断讲述，让他已经动心了，必须要拿下这位圣子大人。你暗骂他变脸比翻书还快，不过想到可以借着他报复玉天恒，便应付着。没关系，我岂是那种小肚鸡肠之人？独孤雁一阵欣喜，先前牵住你的手，竟在此时渐渐摩擦起来。凌渊见此，眉头不由皱起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悦。小舞更是充满敌意的死死盯着独孤雁。独孤雁，你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？有呀，除了向你道歉之外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希望你可以答应，那就是我想进入武魂殿学院，与你一起学习。加入武魂殿这事，恐怕要……你望向身旁的凌渊，他早就想发作，如今有机会，岂能不用？加入武魂殿学院学习当然可以，但你若是为了以此接近小寒，恐怕行不通。小寒他并不是武魂殿学院的学生，他的修炼由我专门负责。独孤雁受挫，但心中仍有不甘，不愿放弃。只要进了武魂殿以后，有的是机会接触。我只是单纯的想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凌渊看在独孤博的面子上，懒得再点破他心思。最好是如此，那我就答应你的请求。独孤雁心中暗自窃喜，至少自己的计划已经迈出了第一步。然而现场的空气依旧残存着火药味。独孤雁看向一旁满脸警惕的小舞，这位小妹妹是谁？也是凌渊长老您的学生吗？她叫小舞，是我的学生，也算是小寒的师妹吧。独孤博很给面子，没有多言。小舞则默默接受了这个身份。小舞妹妹你好呀，我叫独孤雁，你可以叫我燕燕姐。小舞面色顿时一沉，没有回答，只是充满敌意地盯着独孤雁。独孤雁识趣地闭嘴，心中猜测这个小师妹也喜欢圣子，不过那又如何？她迟早会把凌渊和小舞这对师徒撵走，独自占有圣子的一切。与此同时，天斗帝国皇宫一道金色倩影正笔直立于窗台前，在他的身后则半跪着一道散发恐怖气息的黑色身影。回报长老，您此次前来，可是爷爷他老人家有何指示？回禀少主，大供奉为您定下了一门婚事，派属下过来，正是想询问您何时有时间出来见上一见。什么？爷爷他怎么擅自做主为我定了婚事？要与我成亲之人是谁？是哪个家族或者宗门的？我现在就要得到全部消息。那人名为叶寒，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前段时间到武魂殿觉醒武魂，因为觉醒了双生半神级武魂，引起武魂殿高层重视，教皇冕下和大供奉争相收他为徒，并要册封他为圣子。然后便是大供奉提出要让他
入赘武魂殿，成为您的上门老公。爷爷他莫不是老糊涂了，居然让我和一个比我小这么多的孤儿成婚，况且还是对方入赘武魂殿，不行，这事儿我绝对不同意。不对，鬼豹长老，你刚刚说他觉醒出了什么武魂？双生半神级武魂，光明圣龙和黑暗圣龙。什么？此人将来成就定然不可限量，难怪爷爷会定这门婚事。前段时间武魂城上空的巨大动静，恐怕就是他造成的吧？少主，还有一事，那叶寒与您一样，乃是先天20级魂力。千仞雪震惊的倒退，这一刻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，那小家伙绝不能发疯。鬼豹长老，请您立刻返回武魂殿，告知我爷爷，就说我要求立刻与那叶寒见上一面，我要亲自了解他。鬼豹斗罗没有丝毫犹豫，恭敬的点头，身形一闪，化作一道黑影，瞬间消失在原地。千仞雪站在原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一方面，他对这门突如其来的婚事感到不满和抗拒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对那个名为叶寒的少年充满了好奇和期待。然而这时，外面突然响起敲门声。太子殿下，大帝紧急召开会议，请您移步至皇宫议事厅。千仞雪微怔，旋即迅速恢复伪装，前往目的地。不多时，他步入议事厅，一股沉重的气氛扑面而来。雪夜大帝与一众重臣已等候多时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忧虑。儿臣拜见父皇，可是有什么要事相商？雪夜大帝微微颔首，其中一位重臣起身恭敬禀告。具体内容便是刚刚收到了一封来自蓝电霸王龙宗少宗主的信件，称武魂殿突然出现了一个天资极其恐怖的男孩，一击可以做到秒杀2名30级魂师，并且伴随着那男孩出行的还有一名武魂殿长老，实力堪比毒斗罗。因此推断，前段时间武魂城上空的大动静正是由那男孩引发。那男孩被长老随身保护，说明已经被重点培养，很有可能是武魂殿未来圣子。如此恐怖的存在，若不及时扼杀在摇篮中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如今召开会议，正是要商讨此事。雪夜大帝微眯双眸，看向千仞雪。清河，这封信件内容若当真属实，你认为是否要派人将这可能是武魂殿未来圣子的男孩暗杀铲除？毒斗罗独孤博一直有意向我们天斗帝国皇室靠拢，你认为将此事交由他去办如何？千仞雪顿时明白，他们口中说的那人是父皇。儿臣认为目前完全没必要理会。他虽天资逆天，但年纪尚小，未来至少10年内不足以构成实质性威胁。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增强我们天斗帝国的实力，而非将精力浪费在一个孩子身上。那依你之见，该如何行事？其一，加大招揽魂师力度，吸引更多强者加入天斗帝国。其二，加强与各大家族、宗门的联系，形成利益共同体。其三，请推引宗门昊天宗出山，共同抵御武魂殿的威胁。其四，改善我们与星罗帝国的关系，争取外交上的支持。一番话说的在场众人纷纷点头，雪夜大帝更是满意的笑。朕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何愁将来不能一统江山呢？千仞雪微微笑着，没有再多言。刚刚那4点着实利于天斗帝国而危害武魂殿，但为了打消他们针对叶寒的念头，不得不转移注意力。况且他也乐意给武魂殿造成一些压力和麻烦，谁让教皇是比比东呢？当这场会议散去之时，千仞雪心中期待起之后与上门老公的见面，同时开始思索起那送来信的蓝电霸王龙宗少宗。此人竟妄想动他未来的上门老公，那么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